丹林雪地，林飞航背着大巴力步枪在雪地搜寻，很快发现一群觅食的野鸡，他立即举枪，习惯性的3点一线瞄准。林飞航自语：乖，别动，看我给你来个无痛手术。清脆的枪声惊飞了所有野鸡。林飞航扛枪在寻，却发现周遭动物已尽数惊逃。他沿林道搜寻半晌，终于发现几只野兔，刚要举枪，眼角却瞥见一个体长2-3米、外形像牛又像羊的奇怪生物。这啥玩意？林飞航迅速把枪口挪了过去。不管了，先来几枪再说。林飞航打倒后，走上前又补了2枪，这才对嘛。丁，恭喜宿主，您猎杀驼鹿乘1，获得狩猎积分乘120。这么多，抽奖。丁，恭喜宿主，您获得技能动物亲和。动物亲和，我一个猎人开出这个，这不是钓鱼执法吗？不过以后再也不怕被偷袭了。从今天起，请叫我猎人王林。林飞航突然听到鬼笑声，什么鬼？哪来的老虎？林飞航爬上旁边一棵大树，不是说土匪把老虎给突突了吗？难道10几个土匪都没抓住他？这玩意得多凶啊！一只瘸腿的大老虎缓缓走来，坐在驼鹿尸体前，开始撕扯。这家伙受伤了，我一枪下去应该能行。等等，我好像有个技能来着，这技能靠谱吗？别我一下去，他就给我一口。林飞航下树，金渐层不理会继续进食，他这才放心走向驼鹿尸体。金渐层直起上半身，发出低吼。哦，林飞航止住脚步。这家伙不会以为我是来抢食的吧？林飞航从背后拿出2只野鸡，丢了过去。虎兄，你慢慢吃，不过我这还有。金渐层吼声卡住，吼！哦，上天的馈赠！林飞航笑了起来。吃吧，吃吧，不过还有，管饱。林飞航又从背后拿出2只野鸡丢了过去。我这会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。我叫林飞航，一睁眼，我穿越到了1966年，并穿到一个傻子身上。父母早亡，哥哥打猎遭遇不测，只给我留下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嫂子。这些年，嫂子为了养我受尽苦难，如今该轮到我好好报答她了。林家破屋，林元亮正将郑芷和逼到墙角，郑芷和紧握木棍。你给我滚开！再过来我可就不客气了。林元亮猥琐的笑，哈哈，你越生气我越兴奋，别挣扎了，你欠了老子一生命，就拿这身子抵了吧。躺在木板床上的林飞航缓缓睁开眼睛，这是他，我在做梦。林元亮瞥了一眼林飞航，呵呵，你带着你那傻小叔子有什么过头？他那只知道拉屎尿尿的脑子，能给你什么幸福？林元亮夺过郑芷和手中的棍子，手朝他胸前伸去。不如从了我，以后我养你们嫂叔俩，嘿嘿。林飞航从床上窜起，一拳打在林元亮脸上。住手！林元亮惨叫。哎呦，谁他妈！林飞航对着林元亮一顿拳打脚踢。林元亮拉开距离，看清是林飞航后，我操，居然是你这个傻子！你敢打老子，信不信老子现在就让你死？林飞航再度上前，一脚将林元亮踹翻在地。赶紧滚，不然我废了你裤裆里的玩意儿！林元亮从地上爬起。靠你这傻子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？林飞航作势欲踢，还不滚！林元亮吓得连退几步。你这傻子给我等着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，我还会再来的。话音未落，一柄菜刀擦过林元亮脸颊，定死门柱，他连滚带爬的出去了。林飞航一把将他揽入怀中。嫂子，你没事吧？我穿越到了1966年，成了嫂子守寡3年，照顾了3年的傻小叔子。为了不让我饿死，他才向那个混蛋借米，他宁愿自己受辱，也不想让我这个傻子出事。郑芷和紧抓着林飞航的手。小航，你不应该打他的，你哥已经不在了，你可千万不能再出事。林飞航褪下外衣披在他肩上。放心吧，嫂子。郑芷和惊讶抬头。小航，你不傻了？林飞航点头。是的，嫂子，我不傻了。刚才睡觉的时候，有个拿玉瓶的女人用柳枝点了点我，我就清醒了。郑芷和喜极而泣。是观音菩萨显灵了，太好了，你哥哥泉下有知，也能安息了。小航，你躺了这么久，饿了吧？灶上还有一碗米汤，我去给你端过来。郑芷和迅速整理好衣服，快步跑进厨房。郑芷和端来一碗清可见底的米汤。小航，你先喝了垫垫肚子，等会儿我去赶山，再给你弄点吃的回来。林飞航将碗推到他面前。嫂子，你喝吧。郑芷和连忙摇头。我不饿，你喝，你是男人，不能饿着。林飞航起身走进厨房，拿起另一个碗，将米汤一分为2。嫂子，要喝一起喝，你要是不喝，我也不喝。郑芷和看着他，感动的点了点头。2人一起喝完了米汤，郑芷和放下碗，拿起打猎工具。我出去赶山了。林飞航一把按住他的手。嫂子，外面大雪封山，你一个女人出去太危险了，我去。你在家等我回来，我前世就是老猎户，打猎对我来说轻而易举，可惜我的猎枪没跟着穿越过来，不然带嫂子吃香喝辣不是问题。就在这时，林飞航眼前浮现出一块不断闪烁的电子面板。丁，检测宿主想要打猎发家致富，激活狩猎系统，恭喜宿主绑定成功，只要完成系统发布的任务，就能获得丰厚的报酬。系统空间，这可是个好东西，以后打猎就方便了。小航，你怎么了？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，别是又犯病了吧？我没事，嫂子，以后你只管在家赚钱的事交给我，我保证不会让你再受苦。郑芷和摇头。不行，你哥是10里8乡最好的猎人，你不能进山，太危险了。嫂子，打猎是我们林家天生的本事，你相信我，
我一定能带肉回来给你吃。林飞航不顾郑芷和的阻拦，开始收拾进山需要的东西。郑芷和拿出厚衣服，好好好，外面全是雪，山上更冷，你把你哥的衣服都穿上，就算打不到猎，也要早点回来。林飞航穿好衣服，嫂子，我哥那把猎枪呢？郑芷和低下头，之前为了给你换米，我拿去给林元亮抵押了，后来他说枪坏了，给扔了。扔了？我才不信！林元亮，等我回来再找他算账。林飞航背上弓箭，准备离开。嫂子，我走后双好门，谁来也别开。郑芷和望着林飞航远去的背影。小航，你一定要平安回来。白雪皑皑的山林，林飞航踏雪而行，突然听到枝头上有竹鸡在叫，他掏出弹弓，石子击出，竹鸡落地。林飞航一把将其擒入手中，开张了！恭喜宿主狩猎成功，抓到一只竹鸡，奖励积分10。一只鸡就10分，不错。林飞航眼角余光瞥见一道黑影，那是什么？林飞航发现正往自己方向冲来，不好！林飞航手脚并用，闪电般攀上树，刚窜上树，巨鲸就撞得树干去晃。林飞航看准时机，掷出长矛，野猪背脊中矛，惨嚎着拖出一道血线，逃窜后倒地。林飞航则留在树上确认安全。恭喜宿主狩猎成功，杀死一只成年野猪，奖励积分100。识别到宿主需要空间安置猎物，系统已开启置物空间。空间？林飞航眼前浮现电子面板，面板上显示着宿主姓名林飞航，积分110，系统空间10立方米，可抽奖次数100积分抽一次奖，不错。林飞航从树上跳下，慢慢靠近倒地的野猪。野猪最会装死，不能大意。林飞航走上前，手触摸到野猪的尸体，好家伙，200-300斤，能给嫂子买件新棉袄了。林飞航刚想把野猪藏起来，念头一动，巨大的野猪尸体瞬间消失了。原来用手碰到就能收进空间，原来如此，这下没顾忌了。天色渐暗，林飞航在林中穿梭，将打到的3只竹鸡、2只野兔和一窝松子用手触摸后一一收进空间。天黑了，得赶紧下山，不然狼群出来就死定了。现在我已经有160积分了，算了，先不抽奖，回家要紧。林飞航从空间取出竹鸡和野兔，提在手上，得拿点东西过明路，不然家里炖肉还不被人怀疑死。林家土坯房前围了一大群人，议论纷纷。林飞航挤进人群，看到李书宇正堵在门口叫骂。李书宇叉着腰，对着紧闭的屋门大喊：“郑芷和，你个不要脸的，赶紧滚出来！欠债不还，还让你家傻子打人，今天必须给个说法。”李书宇转身指着林元亮的脸，对村民哭诉：“大伙评评理，林飞航那傻子打人的本事可不小，瞧瞧把我男人打成什么样了。”林元亮，你不是在外面跟人鬼混被打了吧？小航那孩子我看着挺他傻，可从不打人啊。是啊，小航连鸡都不敢杀，怎么会打人？林元亮捂着脸：“不是他打的，我敢来找他算账吗？我跟你们说，这傻子现在会打人了，今天不把他赶出村，改天他打的就是你们。”林飞航拨开围观的人群，走了进来。林元亮，你居然还敢来！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偏闯，正好新账旧账一起算。咦，这傻子怎么看着不一样？分明以低语。是啊，刚才他说话了，一点都不结巴。林飞航将猎物放到郑芷和脚边，看向林元亮。林元亮，看来是没挨够。我说过，再敢来我家，见你一次打你一次。林元亮往李书宇身后一缩，大伙儿都看见了吧？他承认了，就是他打的我，欠债不还还打人，这种人怎么能留在村里？李书宇盯着地上的野味，叉着腰。行了，既然你承认了，看在乡里乡亲的份上，你赔我2只竹鸡，今天这事儿就算了，欠的米我也不要了。林飞航嗤笑，做梦，一只鸡毛都别想拿走。你，林飞航上前一步，逼视林元亮。老小子，你敢当着大伙的面说说我为什么揍你吗？你敢吗？林元亮眼神躲闪。我，李书宇狠狠拧了林元亮一把。你快说啊，把那不要脸的小贱货勾引你的事说出来。我有什么不敢说？是他拦住我说屋里有老鼠，非要我进去帮忙，谁知道我一进去，这傻子就冲出来打我，我才冤呢。郑芷和气得脸通红。你胡说，明明是你来淘米，然后就……林飞航大声，然后他就想非礼我嫂子，要不是我醒得及时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林元亮，你看我嫂子一个人带着我没人撑腰，就想趁虚而入，你还要不要脸？林元亮对着李书宇，媳妇你别信他，他这是倒打一耙，想让咱们内讧。他一个进门就克死老公的女人，谁看得上啊？不知道过了，哎呦！林元亮话音未落，林飞航飞起一脚踹在他脸上，将他打翻在地，烈开弓。李书宇想上前阻拦，被一巴掌扇到一边。啊！打人了，杀人了！村民7手8脚上前拉架。飞航，别打了，再打要出人命了。林飞航甩开众人，指着林元亮，再敢胡说八道，下次就让你下去跟我哥亲自道歉。林家破屋外，林飞航甩开众人，指着林元亮，再敢胡说八道，下次就让你下去跟我哥亲自道歉。李书宇屁股坐在地上，拍着大腿。天呐，没天理了！这世道谁横谁有理啊？你们都看看，这傻子当着你们的面就敢打人，这要是私底下……林飞航看向李书宇，私底下，我直接打死他。林飞航对众人朗声，我从没否认我打了他，他想非礼我嫂子就该打。林飞航指着林元亮，他说我嫂子怕老鼠，让他进屋帮忙，你们觉得可能吗？我嫂子这3年天天赶山，连蛇都不怕，会怕一只老鼠？村民假点头，这倒是，芷和那丫头胆子大得很，亲眼见过她抓田鼠。这么说，是林元亮在撒谎？林元亮摇头，不是他说的那样。林飞航步步紧逼，看着林元亮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什么，你借口要努，无非是想逼我嫂子从了你，要是不从，你就用流言蜚语逼死她，等我们孤儿寡嫂都没了，我家的房地不就成你的了？你这是谋财害命！林飞航环视众人，大家想想，我好好的，为什么要打他？他的动机再明显不过了。村民丙闻言，指着林元亮，真歹毒啊！
人家一个寡妇带个傻孩子多不容易。亏我们刚才还信了他的鬼话。李书雨冲过去揪住林元亮的耳朵，你这个下流胚！我就说你怎么老在寡妇门前晃悠，原来是看上这个小浪蹄子了。哎呦，疼疼疼！媳妇，我都快被打死了，你还揪我，我怎么可能看上他？林元亮压低声音对李书雨耳语：“别闹了，先要赔偿。你没看见他打的竹鸡和野兔吗？”李书雨松开了手，叉腰。好，你们空口白牙污蔑我男人，打人的事我们可以不追究，但你们欠我们的1升米必须还。没错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，别想抵赖。林飞航挑眉，还米可以把我哥的猎枪还回来。当初我嫂子就是拿枪抵押的，你们该不会想赖账吧？什么猎枪？我根本就没见过。郑芷和气得握紧拳头。林元亮，你胡说！我抵押给你的时候，有人看见的。林元亮捂着脸，猖狂大笑。谁看见了？你叫他站出来啊！我看看这村里谁敢为了你得罪我。郑芷和看向人群中的2个妇人，李婶子、刘婶子，那天你们不是在场吗？被点名的李婶子和刘婶子往后缩了缩，摇着头不敢出声。就在这时，一个憨厚的青年走了出来，顺子挠着头，我看见了，那天林家嫂把猎枪交给三叔，换了1升米。顺子对着郑芷和傻笑，我还差点撞到嫂子，把米都撒了您。郑芷和松了口气，顺子，谢谢你。顺子，你个缺心眼的，这不关你的事，给我滚回去！那把猎枪现在就在三叔家的抽屉里锁着呢。真缺德，1升米就换人家1本猎枪。那可是林清水的宝贝儿，听说花了10块钱买的。林飞航看向林元亮，林元亮，你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不是我不还，是那枪早就坏了，你拿回去也没用。要是有用，我早卖了。坏了我也要，那是我哥的遗物，你把猎枪还给我，我就还你米，不然我现在就去公安局告你抢占他人财物，外加意图强迫妇女，让你进去吃花生米。你别乱说，破枪还你们就是，但你们必须现在就把我的1升米还给我。林飞航冷笑，好，一手交枪，一手交米，要是枪有什么问题，我就让你吃花生米。林元亮低声催促，快回去拿枪。李书雨跺了跺脚走了。林飞航抓起地上的一只竹鸡，我用这只竹鸡换1升米，哪位嫂子大娘愿意换？村民上前，我换，1升米换1只鸡，太值了。郑芷和抬头看向林飞航，小航真的长大了，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了。10几分钟过去，换米的村民早就回来了，李书雨却迟迟不见踪影。林飞航捏了捏拳头，老小子，看来你们是打算硬扛到底了。林元亮吓得直后退。不是啊，飞航，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磨磨唧唧的，我真让他拿枪去了。林飞航一把揪住他的衣领，枪呢？我警告过你，枪不还回来，就别怪我送你去吃枪子。林元亮双腿发软，在家里，真的在家里，实在不行，咱们一起回家拿。郑芷和抓住林飞航胳膊，飞航，别去，太危险了。林飞航拍了拍嫂子的手，嫂子没事，这么多人看着，谅他也不敢搞幺蛾子。林飞航推搡着林元亮朝他家走去，几个村民也跟了上林元亮家。林飞航推着林元亮来到一处篱笆院外，林元亮推开院门，书雨，你特娘的磨叽啥呢？赶紧把枪拿出来啊！你们咋来了？林元亮一把推开他闯进屋，废话，再不来老子就要被他打死了。林元亮冲进屋，拉开抽屉，里面空空如也。枪呢？枪怎么不见了？林元亮冲回院子，抓着李书雨的胳膊，书雨，是不是你把枪拿走了？快拿出来！李书雨眼神飘忽，我没瞧见。林飞航冲进来，直接对着林元亮左右开弓。枪呢？再不拿出来，我特么打死你！林元亮惨叫啊！李书雨上前拉架，林飞航，你干什么？救命啊！杀人了！听到声音的邻居和林元亮的族兄弟们冲了进来，拉开林飞航。飞航，别打了，再打真出人命了。林飞航甩开众人，说好的一手交枪，一手交米，米我带来了，你们问他枪呢？元亮，你米都要了，就把枪还给人家吧。林元亮哭了出来，不是我不想给，我真放在抽屉里了，我也不知道怎么不见了。林飞航看向李书雨，真不知道，你要是再不把枪拿出来，那我就成全你，到时候说不定你还能换个年轻有力的，就是可惜了这老小子，以后只能看别人住他房子，睡他媳妇，打他孩子了。李书雨，我操你妈！林元亮从地上爬起来，瞪着李书雨，快说，你特娘的把枪藏哪去了？再不说，小心老子锤死你！那枪卖了。啥卖了？啥时候卖的？我咋不知道？就刚刚啊，不是你跟王大麻子谈好的价吗？他要拿枪，我还能不给咋地？林元亮指着李书雨，你真把枪卖了？林元亮冲上去，将李书雨按倒在地，姓李的，要死大家一起死！李书雨厮打，你个没出息的东西，我当初怎么瞎了眼看上你了？老娘跟你拼了！就在这时，一个脸色黝黑的男人推门走了进来，干啥呢？都傻站着，还不快去拉架？等会儿真打出事了，你们一个都跑不掉。围观的人将林元亮夫妻拉开，快别打了，队长来了。林高义看向林飞航，飞航娃儿，听说你傻病好了？林飞航点头，好了，高义叔，好了，就给你嫂子惹事，有啥事不知道去找叔啊？就你小子会逞能，要是有个3长2短，你嫂子还活不活了？林高义转过身，一个大耳光抽在林元亮的脸上，你小子胆儿挺肥啊，敢在老子的地头欺负女人，信不信老子一脚把你卵蛋踢爆？族兄弟赶紧上前，队长，你消消气，原谅他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，这不是正在商量赔礼道歉的事吗？他商量个屁，他把我哥的枪给卖了。叔，谁知道那买枪的人要去干啥？万一去做什么坏事的话，这账可不能算在咱们头上啊！啥玩意儿？1升米就要换人1杆枪？你们他娘的这是抢劫吧？枪呢？卖给谁了？你们今儿要是不把枪拿出来，老子非把你们绑了送所里去不可！林元亮吓得跪下，队长，飞航兄弟，是这婆娘把枪卖了，这真不关我事啊！我真的连啥时候卖的都不知道。林高义盯着他，没你点头，他敢卖，我怎么那么不信呢？
李淑雨双手抱胸，就是我卖的，咋了吧？有本事你们就打死我！来啊，反正枪我已经卖了，爱咋着咋着吧。林高义转过身，又是一巴掌扇在林元亮脸上。今儿你要是不把枪拿出来，老子让你吃枪子儿，你信不信？住我房子，睡我媳妇，打我孩子！林元亮嗷嗷叫着扑向李淑雨，老子跟你拼了！林元亮死死掐住李淑雨，谁来拽都没用。李淑雨开始翻白眼，救命！林高义上前一脚把林元亮踹翻在地。枪卖了多少钱？卖给谁了？李淑雨从兜里掏出一叠纸币，枪就卖了7块钱，王家村的王大麻子买去的，怎么联系的？你得问那个王八蛋。林高义接过钱数了数，啥？就卖了7块钱？你他娘的糊弄傻子呢？这年头一把新的猎枪起码50、60块钱，就算二手的也要10、20。你说你就卖了7块钱？李淑雨愣住了，爬起来扑向林元亮。你个畜生，败家玩意！我说那王大麻子怎么一天都等不了，刚吃了饭就来拿枪呢？你这个没出息的蠢驴！打吧，慢慢打，但这事没完，要么你们想办法把枪还来，要么我从你们工分里扣，1个月扣点，直到还清枪钱为止。李淑雨立刻停下打斗，拦在他们面前。啥？扣工分？凭啥啊？那卖枪的钱不都给他了吗？你们这不是欺负人吗？林高义指了指自己，我让你卖的枪，还是他让你卖的枪？你家当家的蠢，那就别怨别人。至于凭什么，回去问问你爹妈，再不行就问问围观的老爷们，为啥这么久都没人打这把枪的主意？与其在这撒泼耍横，不如想想怎么把枪拿回来。到时候这7块钱，我原封不动的还给你。林高义一把推开李淑雨，拽着林飞航离开了林家。村里小路，林高义把7块钱塞到林飞航手里。叔，就这么走了？这点钱我上哪换把猎枪去啊？林高义左右看了看，低声：枪的事你别担心，过阵子我想想办法，让民兵队的李强军那边退休一把，到时候以组建狩猎队的名义发给你用就是了。林飞航愣了一下，啊，那不是公家的枪，不要钱发给我用。林高义笑着摇了摇头，你啊，还是年轻，你真以为你哥那枪就是他自个儿买的啊？不是吗？林高义翻了个白眼，废话，那枪真要是你哥买的，就算你嫂子不知道卖，咱们这些爷们儿还能找不到个买主，咋能让你们叔嫂俩饿肚子？林飞航点头，我明白了，原来是公家的东西，谁敢惦记？也就林元亮那个蠢货，不知道被谁忽悠了，居然骗我嫂子去抵押枪，结果一转眼就拿去卖了。林高义看出林飞航幸灾乐祸，瞪着林飞航，你小子，谁给你的胆子用竹鸡换米的？也就是乡亲们看你可怜，不然告到大队，你少不了一个侵吞国家资源的罪名。林飞航懵了，啊，叔，就一个野鸡，这也算？林高义瞥了他一眼，从腰后拿出账本，怎么不算不上交？怎么给你算工分？没工分你们怎么领粮食？难道你们叔嫂俩以后不吃主食了？这倒是，现在是生产队模式，一切交工。要是没有明面上的粮食来源，家里天天吃肉，一举报一个准。林飞航叹气，急吗？我下次注意，打到东西肯定先交工。林高义指了指他，这次也别想跑，起码交个野兔，不然大队里我不好交代。林高义见林飞航不乐意，我来的时候帮你从队里赊了5斤粗粮和5斤棒子面，你小子要是1毛不拔，以后我可不好说话了。林飞航闻言一愣，叔。林高义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叹了口气，飞航，别怪叔，救急不救穷，叔能帮你1次2次，但不能帮你一辈子。人这一辈子，除了亲爹娘，没人能无条件养着你，明白吗？既然病好了，以后就要担起责任，好好孝敬你嫂子，她这几年太不容易了。林飞航眼眶泛红，用力点头，叔，我明白了，这些年谢谢你照顾我。快走到院门口，郑志和跑来，一把抓住林飞航的胳膊。郑志和气喘吁吁，小航，你没事吧？林飞航笑着展示了一下肌肉，嫂子，我没事，就我这体格，一个打他们一群。郑志和白了他一眼，对林高义点头，他叔又麻烦你了。林高义径直走进院子，拎起那只野兔，这有啥？飞航，这兔子我拿走了，回头给你算200工分。林飞航笑着点头，行。林飞航和郑志和目送林高义远去。林家院的，林飞航关上篱笆门，一转身就看见郑志和站在原地，眼眶通红。林飞航快步上前揽住他的腰，嫂子，怎么了？这是谁欺负你了？是不是那些长嘴婆又说什么了？你等着，我这就去把他们家房子点了。郑志和被逗得又哭又笑，没有的事，一身的汗臭味，还不快去洗洗？正好家里有米了，我去把那竹鸡杀了，给你做顿好吃的。林飞航一把抓住他白皙的小手，嫂子，你到底怎么了？跟我说。郑志和看着屋里桌上林高义送来的粮食，嫂子只是感慨，家里还是得有个男人，不然连去借粮食，人家都担心你还不上。林飞航再次将他拥入怀中，嫂子，过去了，都过去了，以后有我在，绝不会再让你受一丝一毫的委屈。郑志和在他怀中，林飞航身体一僵，松开了郑志和，讪笑着挠头。嫂子，那什么，我饿了。郑志和跑进厨房，对，都怪嫂子，你快回屋歇着，我先去给你烧水洗身子，再把鸡杀了炖炖。嫂子，我帮你。郑志和把他推出厨房，你出去，哪有男人做这个的？在屋里等着，谁马上就热了。行吧。王家婶子声音从门外传来，飞航，你在家吗？林飞航走出开门，谁啊？门外站着一个端着大瓷碗的妇人，王家婶子，正是刚才换米的那位。王家婶子满脸堆笑，将手里的瓷碗递过来。飞航，你身体刚恢复，可得好好补补。当家的把我骂了一顿，说怎么能趁人之危占便宜呢？这竹鸡呀，我们就留了一小半，剩下的都在这了，你赶紧趁热喝。郑志和走来，王家婶子，你这是干啥？换都换了，哪有什么占不占便宜的？王家婶子把瓷碗放在桌上，志和，你这就见外了。飞航现在会打猎了，以后你们的日子肯定红红火火，到时候别忘了给婶子留口汤就行。
家院子，王家婶子把瓷碗放在桌上。纸盒，你这就见外了。飞航现在会打猎了，以后你们的日子肯定红红火火，到时候别忘了给婶子留口汤就行。王家婶子凑近了，压低声音：纸盒，你放心，肯定不会让你们吃亏的。以后咱们就按黑市价格换。小航，王婶是想问问，以后你再打到什么吃的，她还能用粮食给你换吗？价格的话，按照黑市来。林飞航笑着点头，没问题。婶子，不用按黑市价，就按村里给的价算就行。以前你们没少帮我们，现在我有能力了，肯定不能亏着你们。王家婶子喜笑颜开，好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你们快吃，我先回了。王家婶子放下碗，头也不回的走了。郑芷和看着碗，这王婶也太客气了。林飞航端起鸡汤闻了闻，大不了以后再给他便宜点。别说，王婶这手艺真不错。郑芷和被逗笑，那是你饿了，等明天我把那只鸡做了，你就知道我的手艺可不比他差。林飞航大笑，那肯定。我嫂子手艺天下第一。郑芷和俏脸一红，白了他一眼。你先吃，我去给你烧水洗洗身子。郑芷和红着脸，转身快步走向厨房。林家屋里，林飞航就着鸡汤，狼吞虎咽的吃着窝头。郑芷和端着一盆热水走进来。飞航，来，把衣服脱了，嫂子给你擦擦身子。让嫂子帮我擦身子。林飞航连忙站起来，嫂子，你先吃饭，我自己来就行。林飞航端着水盆冲进了旁边的卧室。郑芷和反应过来，俏脸泛红。郑芷和啊，郑芷和，你是真晕了头了。小航已经不是傻子了。林飞航掀开卧室门帘，探出头，嫂子，你帮我拿个毛巾呗，我忘拿了。郑芷和拿起毛巾准备递过去，突然顿住，这毛巾好像是我和他共用的。嫂子，再近点，我够不着。郑芷和把毛巾递了过去。好。林飞航接过毛巾，谢谢嫂子。门帘放下，林飞航闻到毛巾上传来的幽香，身体一僵。这晚上火气太旺了。林家卧室，林飞航简单擦拭后爬上炕，却发现炕上只有一床厚被子。郑芷和走进来，从一个破旧的木柜里抱出一床薄被子。郑芷和脸色通红，给林飞航铺厚被子。那什么，这2天太阳大，我把被子洗了，你快睡吧，别冻着。林飞航一愣，嫂子辛苦了，你也早点睡。郑芷和铺好薄被，便转身离开。林飞航随即起身，将2人的被子对调，然后沉沉睡去。深夜，郑芷和端着油灯回到卧室，一眼就看见小叔子身上的薄被。他发现了，下半夜炕就凉了，盖这个肯定会生病的，家里就这么一个壮劳力了。郑芷和看着熟睡的林飞航，把被子换了过来。天色大亮，林飞航从炕上坐起，发现身上盖着嫂子的厚被子。嫂子把被子换回来了。郑芷和掀开门帘，端着衣服走进来。小航，你醒了，快把衣服穿上，别冻着。林飞航接过衣服，嫂子，你这是要出门？村里找人打苇子，一天100公分呢，我寻思去干2天。打苇子，那不就是去芦苇荡上割芦苇吗？这玩意也是嫂子能干的，大老爷们去干1天回来，都得缓个2天才能歇过来。林飞航掀开被子，一把抓住他的手。嫂子，你疯了？那活是你能干的吗？不是说好了我养家吗？我总不能在家闲着。再说雪刚停，山上路不好走，你病刚好，在家歇歇。我歇什么？你在家待着，你要是飞去，我就跟你一起去，万一累出个什么好歹。郑芷和着急，呸，小航，你再瞎说，我就打你啦。林飞航举手，好，我不瞎说了。可是你又没枪，能打到什么啊？林飞航自信一笑，谁说打猎非得用枪？等着瞧好吧。林家堂屋，林飞航几口喝完粥，啃着窝头，开始收拾弓箭、长矛和绳子。小航，你千万小心，不行就早点回来，咱们家里的钱粮省着点，够过年了。林飞航背上弓箭，拎起长矛，笑着看他。放心吧，嫂子，我可是要让你在家享福的，到时候别嫌肉多吃不完就行。郑芷和被逗得捂嘴轻笑。哥，好，那嫂子就等着，看看到底怎么个肉多吃不完。林飞航笑着上前抱了他一下，等着吧。林飞航转身大步离开。郑芷和愣在原地，俏脸瞬间通红。他现在是个大人了，以后可不能再这么抱了。门口小路，林飞航迎面遇上正带着人去干活的林高义。林高义拍了拍他肩膀：“小航，上山去，你嫂子没去打苇子，这就对了。”林高义压低声音：“枪的事你得等几天。林元亮家在队里人不少，我得找个好由头。”林飞航皱眉叔，那林元亮卖枪的事，不会就这么算了吧？林高义冷笑：“他想得美！我跟队里说好了，2条路，要么进去待5年，要么他2口子每个月扣200公分，连扣5年。”林飞航眼神一亮：“5年或者1万公分？”林飞航皱眉：“但是以林元亮那小子的性格，他们会老实的认下这个处罚。”林高义抽了口旱烟，笑眯眯的。他敢不认，枪的价值是死的，按50块算，判5年都算轻的。万一那枪被人拿去干了坏事，拉他去打靶也不是不可能。万一他一气之下跑了呢？林高义一拍大腿：“对呀，他一个叔在那儿打了包票，说看着林元亮长大的，他肯定不会跑。他要是真跑了，就从他叔账上扣。”那我就放心了。林高义打量着林飞航的装扮：“你小子可得长点心啊！听说隔壁村已经碰到野猪了，遇到大家伙赶紧跑，别犹豫。”林飞航笑着摆手：“叔，您瞧好吧，今儿肯定有大货。”林飞航朝山里走去，林高义看着他的背影，苦笑着摇头：“这小子跟他哥一个德行，不让人省心。”队员在旁边笑道：“队长，让你省心的不都在这儿了吗？要是没有不省心的，谁去给咱们打肉吃啊？你们这些兔崽子，滚蛋滚蛋！谁今儿要是不卖力点打苇子，老子把你们分都给扣光。”山林中，林飞航孤身一人走在雪地上，
猎人注定是孤独的。系统声音响起，宿主友情提示：您有一次抽奖机会暂未使用。林飞航被吓得一个哆嗦，恼火的。童子，你下次出生前能不能吱一声？丁，宿主友情提示：您有一次抽奖机会暂未使用。林飞航嘴角扯了扯，打开系统界面。行，抽奖，我倒要看看能有啥好东西。丁，恭喜宿主，您获得唐横刀，是否提取？林飞航愣住，唐横刀这玩意跟狩猎有关系吗？提取。一道白光闪过，一把长约70厘米长刀出现在雪地上。林飞航捡起刀，勾出。好刀，这刚才吹毛断发都是小意思，可惜现在用不上。林飞航收刀前行，突然一声愤怒的吼啸陡然炸响。林飞航咽了口唾沫。不会吧？林飞航爬上一棵手臂粗的大树，刚得了一把好玩意，就给我刷新一只守护兽。这玩意是我现在能对付的。林飞航仔细一听，这声音里怎么带着一丝痛苦？难道是有人在打虎？林飞航又听到一声枪响，算了，还是别去凑热闹了，万一被当成猎物就亏大了。林飞航大树继续往前走，便见一群花雉鸡在雪地里觅食。他屏息一剑射去，羽箭嗖的定在鸡群面前。林飞航愣在当场。以前不太懂空军教育老被鱼围观是啥感觉，现在总算是懂了。小野鸡来受死！林飞航手一冲，羽箭瞬间将一只花雉鸡定在地上，斗鸡的鸡群一哄而散。他默默收工，捡回箭矢，将猎物纳入系统空间。看来还是弹弓好用啊。林飞航沉思，可惜合适的弹弓子太难打，而且还是消耗品，没办法回收。要不还是再练练手感。凭借着愈发熟练的剑术，林飞航收获了2只野鸡，1只野兔。但在遇到一只傻狍子时，他再次失手了。林飞航在山腰处找了个山坡歇脚。林飞航打开系统，快抽！给我来个神级剑术，我要一剑一个，灭了他们满门。丁，恭喜宿主，您获得自由属性点乘5。林飞航挑眉，跟游戏里一样，可以随便加点。没错，打开属性表，属性表出现在林飞航眼前。宿主姓名林飞航，积分10，属性力量9，体力8，智力13，可分配自由属性点5。PS， 正常成年人各项巅峰属性为10点。林飞航一挥手，力量从9点变成了14点，力量居然连正常人巅峰都不够。这还怎么当猎人？好功德了，全加到力量上吧。林飞航感受到体内的力气有点胀，是怎么回事？我感觉现在能一拳打飞一头牛。不远处的灌木丛后面响起一阵簌簌声，林飞航拎着长矛冲了上去。小宝贝，来吧，让哥哥好好疼疼你。林飞航冲到灌木丛前，我来了。老虎从里面探了出来。完了！谁能告诉他这老虎是从哪来的？老虎受惊，退入灌木。林飞航趁机疾奔至树下，迅速攀上枝干。林飞航打着哆嗦，长吸一口气，安全了。不过那些打虎的人呢？怕不是一群废物？山林中，林飞航打着哆嗦，长吸一口气，安全了。不过那些打虎的人呢？怕不是一群废物吧？老大远处声音传来，怒骂：“在那边，快追！王大麻子，你他妈手里的枪是烧火棍吗？就这还能让他给跑出来？真特娘的废物！”林飞航呆住了。王大麻子买走我哥那把猎枪的家伙，要不要这么巧啊？林飞航透过树枝费力地往下看去，只见王大麻子举着手里的猎枪叫屈：“老大，这也不能怪我啊，便宜果然没好。这破枪不知道放了多久，刚打了几枪就卡壳，我现在都怀疑它会不会炸膛。”你之前说的都是真的。林家屯今年大丰收，仓库里粮食都快堆不下了。这还能有假？他们林家屯今年少说的收了100万斤粮食，就算交完公粮，也能剩下60-70万斤。老大倒吸一口凉气，既然他们屯里粮食那么多，为啥还有个娘们儿吃不饱饭，要用枪换米？王大麻子一拍大腿：“老大，你想啊，公粮没交他们，谁敢分粮啊？那女人是还不起。再说，寻常人也不敢要这玩意儿来抵押。”这倒也是，你回头打听打听，他们啥时候交公粮，到时候老子带人过去，一粒粮食都不给他们留下。王大麻子一脸兴奋：“老大，您放心，我回去就带兄弟们守着。”老大白了他一眼：“就你那点能耐，等着吧，等老子抓到这大虫卖了，到时候鸟枪换炮，一准儿给那姓林的个惊喜。”王大麻子见笑着：“老大，林家屯里水灵灵的小寡妇可不少，尤其这个卖枪的。当初要不是顾忌他家里有把破枪，我早就动手了。”老大一个大耳光抽在王大麻子脸上：“给老子管好你裤裆里的玩意儿！要是耽误了老子的大事儿，老子让你整个王家村陪葬！”王大麻子连连点头：“是。”老大收起枪，转身看着围在丛林边的手下：“一只破老虎就把你们吓成这样？看你们那熊样，找不到在哪儿就不知道火力覆盖吗？给老子狠狠的打！”虎啸声传来，灌木丛中的老虎猛地扑了出来，朝远处跑去。老大愣住，随即暴怒：“我操，愣着干毛呢？快打！给老子往死里打！弹药管够！”手下们纷纷开枪，让老虎猛跑远，只留下一个背影。老大一脚踹翻旁边的小弟：“废物，给老子追！今儿拿不下他，就一直追下去。”是老大。一群人朝老虎离开的方向追去，等了10几分钟，确定没人回来，林飞航才从树上滑了下来，朝村里跑去。山脚下，林飞航四下看了看，见没人，从系统空间里放出一头200多斤的野猪，鲜血瞬间飙了一地。这血还是新鲜的？难道孔子，
空间里的时间是静止的。林飞航把野猪背了起来，迈开大步朝村里走去。村口，王老头正跟人闲聊，看见背着野猪的林飞航，整个人都呆住了。王叔，愣着干啥？快来搭把手啊！王老头大叫：“来了，真是你小子！”王老头边跑边扯着嗓子喊：“快来人呐！林家小子打了一头大野猪，咱们有肉吃了。”啥？林家小子打到野猪了？不可能吧？他才第2次上山啊！村民甲从屋里冲了出来。哎妈呀，小航，你小子行啊！这么大一只山猪都被你弄死了。快去通知队长，咱家攒的工分可算派上用场了。林飞航把野猪扔在地上，翻了个白眼。我说婶，你们光看着，净想着吃肉，也不知道过来搭把手。王老头捏着胳膊，摇头。嗨，老喽，不中用了，我怕我这一上手，再把自己搭进去。林高义从远处冲了过来。野猪呢？猪呢？真是小航打的，人没事吧？林高义冲到林飞航身边，打量了他一番。你小子真不让人省心，刚提醒你山里有猪，就让你给遇上了。林飞航耸肩，我哪想啊，我正蹲野鸡呢，这家伙一头就撞过来了。要不是我爬树快，你们今儿就见不到我了。林高义低头打量了野猪身上的伤，怪不得，要不是这家伙把自己撞个七荤八素，咱们真得给你小子办席了。林高义招呼几个年轻人，把野猪抬去村部。他随即当着众人的面拍了拍林飞航的肩膀。好小子，真给你叔长脸。对了，林元亮那狗东西呢？要不是他偷卖了小航的猎枪，小航遇到野猪哪能这么危险？队长说的对，林元亮忒不是东西了，猎枪是猎人的第2条命，他怎么能拿去卖呢？所以啊，等回头队里研究一下，为了大家伙能常吃上肉，怎么着也得给小航解决枪的问题。你们说是不是这个理？对，没错，猎人没枪怎么打猎啊？林飞航把他拉到一旁，压低声音说：“出大事了！”林家屯大队部会议室，林飞航把他拉到一旁，压低声音说：“出大事了！”屋内几个干部模样的人围坐一圈，听着林飞航的讲述。林副队长磕了磕烟袋，撇嘴：“林家娃子10多个土匪，还有老虎，你可别是找王大娃子的晦气，在这胡说八道吧？”林飞航挑眉，起身就要走。那你别信。林高义一把按住他：“小航，你干啥？”林高义转向副队长：“林副队长也是怕担责任，万一闹了乌龙，上面怪罪下来可不好办。”林副队长站起来：“林高义，你少阴阳怪气！我问一句，怎么了？他一个人碰上10几个土匪、老虎、野猪，还能毫发无伤？”林高义一拍桌子：“怎么，我侄儿没受伤，你还不满意了？我告诉你，小航要是有个3长2短，你家那小子就是罪魁祸首，你看我干不干他？”林副队长气得发抖。大队长起身按住2人：“行了，不管真假，都得往上报，不然土匪打进来，咱们都得被突突了。”大队长转向一个魁梧的中年人：“老李。”老李站起身：“集合民兵，配枪，重点防守粮库，有硬闯的直接毙了。”是。老李转身大步离开。大队长转向林高义：“高义，你去趟公社汇报，顺便让书记派人去王家村，把那个王大麻子带住审审，不就知道真假了？”林高义点头：“行，队长，身上这么危险，你看是不是给小航腾把枪出来？”大队长看了看林飞航：“他哥那把枪，大队长思考了一会儿：“这样，小航还不是民兵吧？高义，你带他去老李那登记，打2枪看看，要是行就给他配一把。”大队部外，林高义和林飞航从大队部走出来。林高义拍了拍林飞航的肩膀，笑眯眯的：“小航，表现不错，对付林大头那种蠢货就得狠狠治他，不然他不知道谁是老大。”叔，你好像也不是老大吧？要不我回去跟大队长说说，你也想当大队长？林高义瞪了他一眼：“大队长有什么意思？要当就当公社书记，那才叫大权在握。”林飞航点头：“这倒也是，这年头当官有功劳就能上，比后世一个萝卜一个坑简单多了。帮叔叔往上升一升，问题不大。”民兵队院子，林高义领着林飞航拐进一个院子，老李正在指挥手下集合。老李回头：“老林，你不在屋里开会，怎么出来了？大队长又有指示。”林高义呵呵一笑，伸手朝林飞航一指：“你猜对了，大队长说了，给这小子编入民兵，配把枪，子弹什么的随便来个1800发就行。”老李白了他一眼：“滚蛋！”老李上下打量了林飞航一阵，看起来倒是个当兵的苗子，就是不知道是不是中看不中用。老李在院子里摆开架势，对林飞航：“来，跟我练练。”林飞航看向林高义：“啊！”林高义笑着：“小航，去试试。老李在部队的时候可是教官，能教你个一招半式的，不管是打猎还是打人，都用得上。”林飞航上前将手搭上老李胳膊，老李发力一半，林飞航便被摔在地上。老李笑着点头：“力气不错，人我收下了。记得以后每天早上7点过来一起锻炼。”林高义在旁边笑：“那肯定，不然能单枪匹马猎一头山猪回来。”林高义伸手捅了捅林飞航：“还不快谢谢你李叔，以后你就是民兵的一员了，就算不去打猎也有功分呢，不至于饿到你们。”林飞航连忙爬起来：“谢谢李叔。”民兵队武器库，老李带2人进屋，墙边武器架上排列着带刺刀的长枪，他从最角落的架上取下一把模样怪异的长枪。“老李啊，我说你也太抠了点吧，这么多5、6弹，你拿这破玩意儿干啥？子弹用完都没地方补。”“废话，这枪威力比5、6弹大得多，打猎最好用，一枪下去，就算是大野猪也受不了。”林高义急了：“可他子弹不多啊，
到时候没了子弹，还不是烧火棍？老李压低声音：“你急什么？这种老枪的子弹管得不严，我弄点下来也没人管。5、6万的子弹打完之后还要回收弹壳，一旦对不上数很麻烦。”林高义叹了口气：“那咱们可先说好了，等子弹打完之后，你得帮忙换一把才行。”老李瞪着他：“你特娘的，这不是废话吗？老死自己的人还能亏待他了？你要没事就去打你的尾子，在这巴巴什么？”林高义缩了缩脖子，讪笑着摆手：“行，老连长，你急啥子嘛？我刚想起大队长让我去公社一趟，先走了哈。”林高义扭头就朝外面跑去。林飞航对老李陪笑：“哼。”后院靶场，老李和林飞航来到后院的简易靶场。老李给长枪上膛：“小子，以前打过枪吗？”林飞航摇头：“没有。”老李把手里的枪递给他：“来，先试试手感。”林飞航深吸一口气：“行，那我试试。”林飞航接枪上肩，向10米外的靶子扣动扳机。老李站在靶前，盯着弹孔。老李收回手里的大巴利步枪：“你以前真没摸过枪？”林飞航摇头：“没有。”老李把枪还给林飞航：“来，再试试。”老李跑到靶前，看到正中心的弹坑，整个人都愣住了。老李转过身，盯着林飞航：“10环，你小子居然打出了10环！小子，你确定你之前真没打过枪？有什么话现在说还来得及。”林飞航重新回到靶位上，扣动了扳机。我再试试。靶子上又多了一个9环的弹孔。老李回过神，上前一把抓起林飞航的双手打量。不对劲，这不对劲。老李看向林飞航：“难道你小子真是个天才？”林飞航嘴角扯了扯：“李叔，或许这是运气。”老李把枪丢给他，转身离开了靶场。或许吧，你自个在这边先练着。雪原公社大院，林高义骑着自行车冲进了院子。林高义扯着嗓子喊：“书记在吗？”四喜叔凑过来：“高义，你小子怎么来了？队里遇到啥事儿了？”林高义焦急道：“四喜叔，书记在不在？”林高义问清楚位置，一路小跑找到了公社书记刘书记，大事不好了！刘书记赶忙把林高义让进办公室。怎么了？别急，有事慢慢说。土匪要进村了，我们村的猎人林飞航进山打猎，无意中听见几个土匪商量要打劫咱们林家屯的粮库。什么？现在什么情况了？你们支书怎么安排的？有没有召集民兵巡逻？刘书记，你放心，这些支书都安排过了。根据飞航听到的消息，王家村一个叫王麻子的二流子是那些土匪的眼线。抓！刘书记对着门外的通讯员大喊：“小李，快去把王社长和李保卫员都叫过来开会。”通讯员小跑着离开。是。刘书记回到办公桌后坐下。这些狗汉奸放着好好的人不当，非要去当狗，这次绝不能轻易饶过他们。书记说的太对了，而且那王大麻子还从我们村骗走了一把枪。刘书记气得猛拍桌子：“败类，这绝对是百姓中的败类，就该把他们都抓起来游街，让大伙都认识他们那可耻的嘴脸。”王社长声音从门口传来：“书记，谁惹你发这么大火？”王社长笑着走进来，看了眼林高义：“哪个家伙这么不长眼？你告诉我，我这就让人去收拾他们。”刘书记冷笑一声：“收拾他们？行啊！王家村的王大麻子勾结土匪，还私藏枪支，你说这种人该怎么处理？要不你带人直接去突了他们算了。”雪原公社会议室，屋内几个干部围坐着。王建辉脸色苍白：“林队长，你们要是早把粮食交上来，不就没这事了吗？”林高义猛地一拍桌子，站起来指着王建辉：“土匪来了不想着怎么打，反倒怪我们粮食多。怎么，家里有粮食犯法了？”你……王社长笑着：“林队长，别动气。建辉的意思是，你们早点交粮，土匪就不会盯上你们了。”是我们不交吗？雪下个不停，粮食没晒干，怎么交？交食粮糊弄组织，你王社长愿意，我们林家屯还不愿意呢。什么叫我愿意？这帽子我可戴不起。行了，都少说两句，是同志还是敌人？刘书记指着王建辉，尤其是你，王建辉，武装部长和保卫专员都没说话，你一个文书瞎指挥什么？要不你来坐他们的位置？王建辉看向王社长，不是，我不是这意思。王社长假装没看见，笑着对刘书记说：“书记说的是，现在最重要的是消灭土匪。张部长、李专员，你们有什么建议？”张部长脸上带疤，直接打！我联系驻军，再召集民兵，争取一波给他们老朝阳了。李专员点头，没错，王大麻子那边5根筋，1天之内让他把左宗18代都撂干净。李专员，动静还是不要太大了，我怕会打草惊蛇。就按李专员说的办，必须尽快还王家庄一个清白。李专员拍着胸脯，书记放心，我现在就带人去蹲他。李专员和张部长相继起身离开。刘书记看着王社长和王建辉，王社长，听说你也是王家庄出来的，这2天你们就别离开公社了，免得有什么意外不好解释。林家屯民兵队靶场，靶场上枪声不断，民兵们正在进行射击训练。老李对着一个民兵怒吼：“抖什么抖？没摸过枪吗？看看人家林家小子，第一次摸枪都比你们强，给老子毛惹了大！”老李走到林飞航身边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小子，慌什么？虽然你很有天分，但不能骄傲。战场上可不管你是不是天才，一不留神就被人报销了。”老李转身拿来一把5.6半。对了，你那枪子弹不多，平时训练就用这个吧。林飞航愣住：“李叔，你不是说这枪的子弹不好搞吗？训练消耗有什么不好搞的？”老李把枪塞给他，背着手笑眯眯的离开了。好好练吧，我走了。什么情况？我记得那大巴黎的子弹还有整整2箱呢。林家屯村道，林飞航背着一个长长的木盒子走在村道上。50发子弹1000公分，虽然贵，但值了。不过枪法这事儿，
在土匪的威胁解除前，还是得低调点。林家院门口，郑芷和站在门口，正焦急地张望着。林飞航快步走近，嫂子，你怎么在这？郑芷和声音带着哭腔。你还知道回来？郑芷和蹲在地上，低声啜泣起来。王嫂说你打了个大山猪回来，可我问谁都说没看见你。呜。林飞航蹲下伸手揽住郑芷和的肩膀。嫂子，是我错了，我不该回来之后不跟你说。你放心，下次我不管什么时候回来，都先跟你说一声。郑芷和挣扎着推开他。你放开。郑芷和后退一步。你小子上哪去疯了一天，有家也不知道回，我还以为。林飞航笑着。嫂子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高一书今儿把我弄民兵队去了。真的？那以后咱们就不进山了好不好？林飞航伸手点了点他的额头。想啥好事呢？哪能天天白给你工分？再说了，真要是天天训练，那说明要打仗了，到时候民兵可要上战场了，你就不担心我回不来？郑芷和伸出手捂住他的嘴。嘿，童言无忌，大风刮去，不许瞎说呀！郑芷和话没说完，猛地松开手，在身上擦了擦。郑芷和瞪着林飞航。你干什么？林飞航眨了眨眼。啊，嫂子，怎么了？难道是我感觉错了？可他刚刚明明在。林飞航搓着手。嫂子，有啥事咱们进去再说，外面这冷飕飕的，冻感冒了咋整呀？看我这脑子，小航，快进来吧。林家屋内，林飞航笑着跟嫂子进屋，关好院门，然后把背后的木盒放到桌上。嫂子，快来，给你看个大宝贝。郑芷和走过来。什么大宝贝？郑芷和打开木盒子，看到里面的长枪。小航，高一叔他真给你弄到枪了？那可不，我可是打了一头大野猪回来的优秀猎人。当时支书和大队长一听我没枪用，顿时就急了，直接拍板让高一叔带我去领枪。门口传来敲门声，林飞航拿起桌上的大巴利步枪上了膛。谁？林高义声音传来。小航，是我，你高一叔。林飞航愣了一下，把枪背到身后，快步过去打开门，说：“你回来了。公社那边怎么说？”林高义叹了口气：“别提了，没找到王大麻子。老王庄说压根没这个人。”没这个人？怎么可能？林高义冷笑：“谁让咱们的王社长就是老王庄的人呢？开会的时候，他那个文书侄子还怪咱们粮食多，才招来了土匪。这是什么混账话？他姓王呗，有个社长叔叔，什么混账当不了。”林飞航皱眉：“那他们不会说我谎报军情吧？”林高义摆手：“那倒不至于，真让土匪摸进村，他们都得掉脑袋。走，大队部开会。”点名让你也去。林飞航揉着肚子说：“我这刚到家，还没吃饭呢，打了一下午枪，饿死了。”林高义点头：“行，那你快吃，吃完直接过去。”林高义跟院里的郑芷和打了个招呼，摆手拒绝了吃饭的邀请，转身离开。林家屋内，郑芷和关上门，看着林飞航：“小航，我刚才听到土匪了，你是不是要去跟土匪打仗了？”嫂子，你想哪去了？剿匪有公社和县里，怎么也轮不到我一个小民兵啊？真的？林飞航点头：“当然，我就是去提供个情况。”那就好，饭在锅里，我去给你端来。郑芷和小跑着去厨房。很快端来一碗鸡汤和一碗米饭，快尝尝，我熬了一天呢。林飞航喝了一口汤，好喝。嫂子，你这手艺绝了，里面是不是放了药材？郑芷和笑着，你病刚好，我把你哥剩下的人参放进去了。那我以后可得天天吃嫂子做的饭，把错过的都补回来。林家屋内，那我以后可得天天吃嫂子做的饭，把错过的都补回来。郑芷和脸上一红，就你嘴贫，等你再打到野鸡，我还给你炖。林飞航笑着点头，突然动作一顿，人参。对了，这山里除了野兽，肯定还有不少上了年份的药材，要是能找到100年人参发了。林飞航吃完饭，放下碗筷。小航，你真要去啊？要不别去了吧？林飞航拿起桌上的木盒。嫂子放心，就是去开个会，汇报下情况，没事的。林家屯大队部会议室，屋内挤满了各个生产队的干部。林高义招手：“小航来了，快过来坐。”林飞航挤到主桌旁，林高义指着一个留着板寸头、脸上有刀疤的壮汉：“张部长，这就是我侄儿林飞航，发现土匪的就是他。”张部长上下打量林飞航：“好小子，身手不错啊！听说你单枪匹马弄死一头大野猪，以后咱们可得切磋一下。”部长，您当年可是单枪匹马猎了只大虫回来，他这算什么？张部长嘴角咧到耳根：“嗨，都是年轻时候的事儿了，提这个干啥？老林，别歪题，说正事儿。”林高义拍了拍脑门：“对，小航，你来把那天的事从头到尾再说一遍。”林飞航点头：“行。”林飞航将事情经过又说了一遍。一个穿着老式警服的青年听完，猛地一拍桌子：“李大刚恼火的，那个王大麻子肯定存在，王家庄那些家伙是在包庇汉奸。”张部长拍了拍李大刚的肩膀：“大刚，别急，真的假不了，他们那只是临死前的挣扎罢了，越是这样，死得越快。”李大刚叹了口气：“可土匪被打草惊蛇，短期内肯定不会动手了。咱们梅县人想在山里找到他们太难了。”张部长凑到他耳边低声：“他们动不动手已经不重要了，这是县里的意思，主动出击。”什么？张叔，这样是不是太冒险了？万一伤亡太大，就算剿匪成功，也是有过无功啊。张部长摇头冷笑：“等大雪封山，那些缺衣短食的土匪肯定要下山。新来的县太爷正愁没动静呢，他们自己撞上来了，刚好杀鸡儆猴。”部长，您已经有计划了，说来听听呗，咱们也好早做准备。张部长摆手：“不急，等公社和县里准备好了，你们自然就知道了。”张部长环顾一圈，目光落在老李身上：“老李，
这些天带着兄弟们多练练枪法，别等真干起来的时候给我拉稀摆带。是，不过部长要是敞开了训练，咱们的弹药可撑不了几天，你得批点下来才行。张部长看着他，这还用你说？告诉你们，咱们现在什么都不多，就是枪支弹药多，用不完的那种。回头我让人给你送100杆56半5挺轻机枪，2门迫击炮，外加弹药100箱，你们可尽造就行了。老李惊住，看着张部长。部长，你该不会想让咱们民兵当主力吧？这我可不同意。县里那么多驻军不用，你要是调不动，我去整人。调不动驻军，自然是不存在的。知道林家屯有土匪，县驻军将领恨不得连夜杀过来进山剿匪。可惜的是，为了给那些土匪一点小小的震撼，同样是部队出身的县太爷准备来拨大的。老李听完计划，什么联合9个公社，今晚民兵，还有2个驻军营。张部长，你疯了还是我疯了？就为那么点土匪，至于吗？你懂个屁！动静不大，上头怎么知道？是被动等人打上门，还是主动出击清剿？哪个功劳大？可进山清剿，风险也大，万一兄弟们有个3长2短，我怎么跟乡亲们交代？张部长叹了口气，拍拍他的肩，打土匪哪有不死人的？把他们放进来，不但一样有伤亡，还可能伤到老百姓。再说，这又不是强制的，主力是驻军，咱们民兵就是外围策应，防止他们跑了。你担心什么？老李就这么定了，你先组织民兵训练，到时候愿意去的，队里多给发粮食。老李长叹一口气，点头，行吧。大队部外，会议结束。林飞航刚想走，被林高义叫住。飞航，这2天就别进山了，跟着老李好好练练枪法，以后打猎用的。林飞航看向跟出来的老李，你说我应该不用天天跟着训练了？老李摇了摇头，你不用来了，你这水平再练把子没意义，得上实战才行。林高义急了，啥意思？老李，你不能这样，他第一次摸枪，枪法差才更要练。什么叫没意义？老李看着他，高义，你知道他下午打靶多少环吗？林高义皱眉，多少环也得练，他个新手能打在靶子上就不错了，你还强求多少环？老李为林飞航摆摆手，你小子自己跟他解释吧。老李背着手，摇着头离开了。他这是啥态度？气糊涂了。大队部外，他这是啥态度？气糊涂了。说那什么，我感觉打靶还挺容易的，下午最差的成绩也是7环，偶尔还能10环。林高义揉了揉耳朵，啥玩意儿？小航，你再说一遍，你打靶最差7环。林飞航点头，对。林高义盯着他看了半天，你小子以前真没摸过枪，这辈子第一次摸。林高义点头，行，你小子是个天才，那普通训练确实没啥用了，还不如进山打打活物。不过山里有土匪，万一你再遇上……叔，我又不傻，你放心，我保证第一时间回来汇报，绝不乱来，我还没活够呢。林高义冷哼一声，知道就好。你记住，家里还有你嫂子等你回家呢，千万不能忙。林家院子，林飞航夜归，看见郑志和在堂屋油灯下打盹。郑志和闻声惊醒，揉着睡眼望去，是小航回来了吗？林飞航提着油灯走进屋，嫂子，是我，不是让你先睡吗？怎么还等着？郑志和站起来，脸颊微红，不敢看他。我也没事，你快去洗洗，炕都给你烧热了，等会该凉了。嫂子，咱们家好像就一床厚被子吧？郑志和脸更红了，低着头。林家屋内，清晨，林飞航从炕上醒来，郑志和从外面走进来，开始叠被子。郑志和笑着，小航，你起来了，早饭做好了，快去洗脸，等会就能吃饭了。林飞航从炕上一跃而起，好嘞。林飞航洗漱完，郑志和端着早饭出来。小航，刚刚高义叔来了，说是今天杀猪，你要不要先去挑个好地方？林飞航啃着窝头，摇头。嫂子，咱就不去的那么巧了，我昨天还有2只野鸡放在山上没带回来。郑志和一愣，小航，你不会又要进山吧？林飞航拍了拍旁边竖着的枪盒，去看看而已。民兵们这2天都要训练，队长和高义叔都说我不用去。郑志和皱眉，为啥你不用训练？是不是他们排挤你？我记得高义叔跟那队长关系挺好的。嫂子，你想哪去了？不训练的原因是我太优秀了，枪法比他们很多老兵都好，所以准备进山去练练移动靶。啊！郑志和眺望着远处的山岭，可山上不是有土匪吗？你这会进山？林飞航笑着摆手，没事，我就在外围转转，练练枪法，不会傻到一个人进那么深的。这样啊，那你千万小心。林飞航吃饱喝足，取出大巴力步枪。嫂子，那我先去了。那你小心点。山林雪地，林飞航背着大巴力步枪在雪地搜寻，很快发现一群觅食的野鸡，他立即举枪，习惯性的3点一线瞄准。林飞航自语：乖，别动，看我给你来个无痛手术。清脆的枪声惊飞了所有野鸡。林飞航扛枪在寻，却发现周遭动物已尽数惊逃。他沿林道搜寻半晌，终于发现几只野兔，刚要举枪，眼角却瞥见一个体长2-3米、外形像牛又像羊的奇怪生物。这啥玩意？林飞航迅速把枪口挪了过去，不管了，先来几枪再说。林飞航打倒后，走上前又补了2枪，这才对嘛。丁，恭喜宿主，您猎杀驼鹿乘1，获得狩猎积分乘120。这么多，抽奖。丁，恭喜宿主，您获得技能动物亲和。动物亲和，我一个猎人开出这个，这不是钓鱼执法吗？不过以后再也不怕被偷袭了。从今天起，请叫我猎人王林。林飞航突然听到虎啸声，什么鬼？哪来的老虎？林飞航爬上旁边一棵大树，不是说土匪把老虎给突突了吗？难道10几个土匪都没抓住他？这玩意得多凶啊！一只瘸腿的大老虎缓缓走来，
坐在驼鹿尸体前开始撕扯。这家伙受伤了，我一枪下去应该能行。等等，我好像有个技能来着，这技能靠谱吗？别我一下去，他就给我一口。林飞航下树，金渐层不理会继续进食，他这才放心走向驼鹿尸体。金渐层直起上半身，发出低吼。哦，林飞航止住脚步。这家伙不会以为我是来抢食的吧？林飞航从背后拿出2只野鸡，丢了过去。虎兄，你慢慢吃，不过我这还有。金渐层吼声卡住，吼！哦，上天的馈赠！林飞航笑了起来。吃吧，吃吧，不过还有，管饱。林飞航又从背后拿出2只野鸡丢了过去。我这会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。山林雪地，我这会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。要是我能把这家伙训成我的猎物，那我可就牛大了。林飞航再次投出野鸡，并趁机将手放在金渐层背上。金渐层并未反抗，只是扭头进食。成了。不过他腿上的伤口还在流血，再不治就麻烦了。金渐层突然站了起来，一瘸一拐地跑进林子深处。驴脸青年声音传来：“快，那畜生就在那边。”王大麻子声音传来：“老大说了，今天必须把这大虫带回去，不然扒了咱们的皮。”在那追土匪，原来是他们干的，想动我的虎没门。林飞航迅速趴在旁边的灌木丛中，举起大巴利步枪，子弹打在土匪面前的树干上。王大麻子怒吼：“这大虫是咱们先打伤的，想抢食，坏了道上的规矩，你担当得起吗？有本事开枪，有本事出来啊！藏头露尾的算什么东西啊？”林飞航趴在灌木丛中一动不动。王大麻子见没人出来，骂道：“晦气！就这么走了？不对劲，怕不是在耍诈。”10几分钟后，2个身影从树后探出头来。麻子，走吧，人应该早就走了。算他跑得快，肯定是林家屯的猎人，除了他们，别的村到不了这儿。那不正好吗？等过2天杀进林家屯的时候，新仇旧恨一起报了，包准他们一个都跑不掉。王大麻子点头，这倒也是，那就让他们再多活2天。走，过2天杀进林家屯，你们的好日子到头了。林飞航再度发动扳机，王大麻子捂着血淋淋的小腿，驴脸青年连忙趴在地上，握紧手里的破枪，环顾四周。就我，哥带我走，我不想死！驴脸青年压低声音，怒骂闭嘴。又一声枪响，驴脸青年身体一震，趴在雪地上一动不动。林飞航从灌木丛后站起身，来到2人身边，收缴了他们的武器，然后一把扛起王大麻子就往山下跑。说我瞎报军情，今天我就把人抓回去，看你们还怎么说查无此人。林家屯村口，林高义正拿着杀猪刀准备杀猪，李婶跑了过来。高义，不好了，小航扛着个大男人回来了。你说啥玩意？他扛男人回来干啥？李婶挠头，俺哪知道？听小航说，这男人好像叫什么王大麻子。什么？林高义把刀往旁边案板上一插，对着旁边的人：“你们来。”之后，林高义带着2个民兵朝村口冲了过去。林飞航正好赶到，把晕过去的王大麻子往地上一扔。林高义冲上前：“小航，怎么回事？你不是去打猎了吗？”高义说：“这可不怪我，我本来没想搭理他们，是他们自己撞我枪口上了。”林飞航快速把事情经过解释了一遍。林飞航指着地上的王大麻子：“他们不是说查无此人吗？咱们把人绑了，直接送到老王庄，我就不信没人认识他。”林高义凑过去扒拉了一下那张麻子脸，皱眉：“这真是王大麻子？麻子是挺多，可这也不能证明他就是老王庄的人。”林元亮那小子不是说……林高义对着身后的民兵招手：“去，把林元亮那小子给我带来，问他是不是这家伙。”是。林元亮人未到升仙制。麻子，王大麻子在哪呢？林元亮林高义踢了踢地上昏迷的家伙：“这呢，你来看看，这家伙是不是买你枪的人？”高义叔，你们可以啊，把人打成这鬼样子，人家就来买把枪而已，犯天条了。林元亮抱起胳膊，冷笑：“我可提醒你，咱们社长就是老王庄出来的，你们这么欺负人家的人，看到时候怎么收场？”林元亮，这么说，你那枪确实卖给他了？而且你也确定他就是老王庄的人？林元亮翻了个白眼，这不废话吗？高义叔，你就别想赖账了。王大麻子在他们庄虽然不是啥好东西，可认识他的人不少，你想抵赖都不可能。哦，你有什么证据？比如他家住哪？他爹是谁？林元亮咧嘴一笑，完了，王大麻子家我还真知道，村西头倒数第2间，他爹虽然不在了，可他2叔、3叔都还在村里呢，你们等着吧。林元亮扭头看向围观的族人，叔、大头哥，等老王庄的人找上门，你们可别掺和，这是他们自个儿惹的事。就是，咱们林家屯虽然不怕事，可也不能主动惹事。族叔走上前，盯着林元亮：“你真确定地上这个就是老王庄的王大麻子，而且你的枪就是卖给他的？”林家屯村口，族叔走上前，盯着林元亮：“元亮，你真确定地上这个就是老王庄的王大麻子，而且你的枪就是卖给他的？”林元亮拍着胸脯：“叔，你放180个心，地上这个就是老王庄的王大麻子，我绝对能确定。”林元亮冲到林高义面前，伸出手：“高义叔，钱呢？那7块钱。”“什么钱？”林元亮怒道：“卖枪的钱啊！现在人找回来了，你不得把那7块钱还给人家？”林高义一拍脑袋：“哦，对，枪呢？”林高义扭头看向林飞航：“小航，你找到人的时候看见他们的枪了吗？”林飞航摇头：“没有，我哪顾得上看枪啊？放倒人之后，我上去背着就跑，生怕他们听到枪声追回来。”林高义忍着笑，拍了拍林元亮的肩膀：“元亮啊，钱是我们拿的不错。可你得先把枪拿回来，我们才能给你。”“不是，高义叔，你们抓这家伙不就是为了找枪吗？怎么能说没看见呢？”“谁说我们是为了找枪了？这家伙是个土匪，我们找他是为了知道土匪窝点到底在哪。”“什么？王大麻子是土匪？”司元亮居然把枪卖给土匪了，他该不会被公社拉去打靶吧？林元亮给旁边的族叔跪了下来：“叔，您得救我啊！我真不知道他是土匪啊！”“呜呜呜！”族叔凑到他耳边：“
记住，枪不是你卖的，是他们硬抢的。实在不行，就说是你婆娘卖的，你一点都不知道。林元亮点头，对，那枪本来就是舒雨卖的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。族叔抬手给了他一巴掌。废物，这特么是没办法的办法。你别一上来就都撂了，真要到了这一步，你这辈子都抬不起头。林家屯大队部，林高义和老李正准备审问被绑在柱子上的王大麻子。林飞航搓着手说：“那你们先忙，我打算回去跟嫂子报个平安。”老李瞪了他一眼：“急什么？你小子惹完事就准备跑路，过来，再拿点子弹带上。”我惹什么事了？小航，你这一枪不要紧，万一那些土匪意识到自己已经暴露了，提前过来强攻咱们怎么办？林高义命令道：“快去，跟你李叔他们一起到村口戒备。我已经让人去公社求援了，最多1个小时，隔壁庄的就能带民兵赶过来。”林飞航接过老李递来的子弹，快步朝外走去。林家院子大喇叭里传来大队长焦急的声音：“全体社员注意了，有社员发现山里有土匪活动，已经盯上咱们林家屯了。所有在家的民兵立刻到大队部集合。”土匪？怎么会有土匪？小航可还在山上。郑志和冲进屋里翻箱倒柜，抄起一根长矛就要往外冲。林飞航正好赶回来，林飞航一把拦住他：“嫂子，你这是干啥？没听见广播吗？人家都往家跑，你怎么还往外冲？”郑志和看到他：“小航，你啥时候回来的？”郑志和扔掉长矛，拉着林飞航就往屋里走。“回来了就好，快进屋。山里那些土匪老凶了，这几天你就在家待着，哪也别去。”林飞航拍了拍背后的枪：“嫂子，我就是回来跟你说一声的，我要去巡逻了，你在家好好待着，别出去。”“啥？土匪都要来了，咋还让你们去巡逻呢？”“小航，要不这民兵咱不当了。”“嫂子，你放心，就是警戒一下，而且公社那边的人马上就过来了，一点危险都没有。”“真的？”林飞航点头：“当然，我啥时候骗过你？真没事。”林飞航伸手捏了捏郑志和的脸：“嫂子，你在家也要乖乖的，谁来叫门都别开，听到了吗？”郑志和脸一红，拍开他的手：“你小子没大没小，下次再这样小心我揍你。”林飞航讪笑：“嫂子，你怎么揍我？难不成要打屁股？”郑志和俏脸更红了。你……郑志和扭身回屋，把大门关了起来。林飞航笑着朝屋里喊：“嫂子，我走了。”郑志和打开门，看着他背影：“小航，你一定要安全回来。”土匪窝，刘老虎一巴掌甩在张狗蛋脸上：“蠢货，废物！一个猎户就把你吓成这鸟样了。你手里拿的是烧火棍。”张狗蛋捂着脸：“老大，不是你说的吗？让咱们别跟山里的那些个猎户起冲突。”刘老虎又是一巴掌呼了过去：“老子说的是，你要干不掉人家，就别他妈跟人起冲突，起了冲突就不要留活口。你特娘的就只听到前一句了是吧？”刘老虎指着他鼻子骂：“你可是土匪，土匪！结果你今儿被人给抢了。”张狗蛋迟疑半晌：“老大，有啥区别吗？你那话不还是不让咱们跟猎户起冲突吗？”刘老虎扭头四处看：“我枪呢？我今儿非毙了这王八蛋不可！”土匪窝刘老虎扭头四处看：“我枪呢？老子今儿非毙了这王八蛋不可！”众土匪上前拉住刘老虎：“老大，息怒，您息怒，别冲动啊！”刘老虎停下，转身看向手下：“兄弟们，林家屯的猎户欺人太甚，咱们还没去找他们的麻烦呢，他们居然欺负到咱们老虎寨头上了，你们说该怎么办？”老大，这驴脸青年醒了过来，举起手：“干他娘的！”刘老虎一拍大腿：“没错，干他娘的！辱我兄弟，就是辱我刘老虎，此仇不报，我誓不为人。”“对，干他娘的！打死他们！”大部分土匪都沉默不语。你们平日里吃我的喝我的，现在都哑了。土匪头目拍了拍背上的汉阳造：“老大，不是我们怂，是真打不过。林家屯光民兵就100-200号人，武器比咱们的好。”刘老虎冷笑，对亲信招手：“那算什么好东西？老五，把咱们的宝贝拿出来给兄弟们开开眼。”老五嘿嘿一笑：“是。”老五和几个手下抬进10几个大木箱，猛地掀开，里面是一排排崭新的长枪。这是土匪头目拿起一把枪：“老大，你这是找到光头留下的军火库了。”刘老虎环顾众人：“养兵千日，用兵1时，现在该你们回报老子了。拿上武器，出发！今儿要是打不下林家屯儿，就都别回来了。”雪原公社会议室，一个手下匆匆跑进，在张志志耳边低语。张志志扫了眼王社长，笑着说：“王社长，听说林家屯抓到王大麻子了，要不要一起去看看是谁敢冒充你们王家庄的人？”王社长摇头：“我就不去了。土匪人人得而诛之，他是哪的人不重要。张部长，你这可有地域歧视的苗头啊，要不得。”张志志笑容一僵，书记刘莹合上本子：“行了，志志，先带人去林家屯，他们既然抓了人，就说明已经和土匪正面冲突了，别出乱子。只要咱们这场仗打得漂亮，那一切魑魅魍魉就都是纸老虎，明白吗？”张志志站起，立正：“是，我明白了。”张志志离开会议室，公社驻地大院，大喇叭里响起集合号，民兵们从4面8方涌来。老三，你带人去通知各大队，除了留守的，其余民兵全部带上装备，赶往林家屯集合。明白。张志志对剩下的人吼道：“快，库房打开，拿武器，子弹带够。”民兵们搬出了轻重机枪、迫击炮乃至一门高射炮。林飞航盯着这些大杀器，跃跃欲试。张志志冲过来，一把拉下他：“干啥呢？小兔崽子，这玩意儿也是你能碰的？弄坏了仪。”张志志看着他：“你小子有点眼熟，你是那个？”林飞航讪笑：“张部长，我叫林飞航，林家屯的，王大麻子就是我今天抓的。”好小子，原来是你。张部长，
我们跟土匪已经打上照面了。高义叔担心他们会提前下山报复。张芝芝拍着身旁的高射炮，来就来，老子就怕他们不来。他们要是敢来，老子认识他们。我这炮可不认识。可是张部长，您之前不是说那个新来的县太爷？林飞航低头，哎，我这一冲动，不仅打乱了计划，还把危险引到了村里。张芝芝拍拍他，小航，你要明白，百姓的生命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。你主动对土匪动手又咋了？张芝芝笑着，只要能证明那王麻子是土匪，你非但没错，反而立了大。至于上面的计划，跟你有1毛钱关系吗？啊，张部长，您昨天可不是这么说的。张芝芝笑着，走吧走吧，出发林家屯。林家屯村口，张芝芝一行人赶到林家屯，林高义和老李正来回踱步。妈的，一群胆小鬼，土匪的毛都没看见一根。张芝芝扭头看向林飞航，小子，你确定那家伙不是唬人的？老虎寨真有110号人。林飞航指了指林高义，张叔，这你得问我高义叔，审讯我可没参加。林高义点头，老李，先带兄弟们去歇歇脚。林高义走到张志志身边，开始汇报审讯结果。林家屯村口，林高义走到张志志身边，开始汇报审讯结果。张志志听了一半，抬手打断：“等等，高义，你的意思是，这帮连枪都凑不齐的土匪敢来打你们林家屯的主意？”据王大麻子说，他只是外围成员，核心土匪才有枪。张志志摇头，背着手来回踱步。不对劲儿，林家屯有多少民兵，有多少枪？那刘老虎不可能不知道，咱们几个大队离得又不远，半小时援兵就到，他怎么敢？林高义摇头，这我就不知道了，要不您自个问问，我让人把王麻子带过来。话音未落，林高义就看见远处顺子连人带车摔倒在地，顺子爬起来，把自行车扛在肩上，冲了过来。队长、部长来了，真来了！山里的土匪下来了，个个都拿着枪，黑压压一片，起码100-200号人。杀！这些王八蛋还真敢来！顺子咧嘴笑，拍了拍肩上的自行车，可不要不是我这铁驴跑得快，真不一定能跑过他们。林高义上前，行了行了，你先把自行车放下。你小子是不是憨？车倒了就倒了，你还扛着跑，嫌你劲大是吧？顺子揉着脑袋，憨笑。俺这不是怕你心疼吗？高义叔，谁不知道你把这铁驴看得比媳妇还重？林高义推开他，滚蛋！林高义看向张志志，张部长，您下令吧。张志志环顾一圈，好，各连长过来。老李等民兵连长围了上来。林飞航刚要上前，就被林高义一巴掌拍在后脑勺上。林高义拉着林飞航往村里走。你小子赶紧进村待着，出那么大风头干啥？生怕土匪不知道是你抓的人是吧？谁能想到进山打个猎还能遇到土匪呢？林高义看左右无人，压低了声音：“你小子这次风头出够了，万一有漏网之鱼跑了，回头盯着你报复怎么办？再说了，你又不当官，立那么多功劳也没用，顶天了发个奖状给点奖金，值得你上去跟人拼命？”林飞航看着林高义的背影，嘴角扯了扯。林家院子，炮火声渐渐平息，林飞航在院子踱步，大喇叭里传来林高义的声音。林高义话外音：“全体社员同志注意了，该死的土匪已被全歼，大家可以出门活动，但没事最好不要去村外。”顺子跑了过来：“飞航，高义叔叫你过去。”林飞航挑眉：“顺子，外面打得怎么样？咱们没人受伤吧？”可兄们、叔伯们，炮一停就扛着枪冲上去了，我摔了一跤，毛都没赶上。不过49叔和37叔受伤了，一个伤了腿，一个伤了胳膊。大夫说没事，以后生产队记工分的活就交给他们了。林飞航松了口气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那就好，为村子受伤的英雄，高义叔他们肯定会安排好的。”顺子点头：“高义叔他们也是这么说的。”两人一前一后沿着村道走向村口。林家屯村口空地，村口空地上堆满了缴获的枪支弹药。林高义和张志志正一人拿着一支长枪在摆弄。林高义看到他，招了招手：“小航，你来了，快来，部长有事跟你商量。”啊，商量？这才半小时不见，高义叔怎么这么客气了？张志志瞪了林高义一眼：“行了，你别在这儿打暗号了，老子这是在给他送功劳，你以为我害他呢？林家屯又不止他一个猎人。”林飞航上前一步：“高义叔，张部长，到底啥事？”张志志对林飞航招手，指着地上的战利品：“小子，你来看，看见了吗？清一色的大春田，这可不是普通土匪能用得起的装备。”林飞航接过一把长枪，左右翻看了一下：“张叔，大春田是啥？土匪们不用这个用啥？”大春田就是老鹰前些年的支持装备，那些所谓的美械师用的就是这玩意儿。你觉得土匪用这个正常吗？林飞航摇头：“那肯定不正常啊！美械师的装备怎么会到土匪手里？”张志志叹了口气：“可惜那刘老虎命不够硬，被咱们一发小炮就送上了天。其他人只知道这枪是他今天才发的，所以我们推测他肯定是找到了军火库或者遗留下来的空投物资。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”张志志摊了摊手：“你不是猎人吗？我们准备进山去土匪窝看看，需要一个熟悉山里地形的猎人带路。”林飞航看向林高义，默不作声。林家屯村口，林飞航看向林高义，默不作声。你看他干啥？这事又没危险，你打猎不也得进山？要不是你小子发现土匪立了大功，这好事还轮不到你。部长，话虽如此，可他立功也没啥用啊。要不你想办法给他弄个干部的身份，这样立了功才有用处嘛。张志志指着林高义：“好你个林高义，你他妈在这儿等着老子呢！”林高义讪笑两声：“可。”张志志气得来回踱步，最后一挥手：“行，要是这次进山有收获，老子保他一个干部的身份；就算没收获，也让他先入个党，以后有机会第一个考虑他。”林高义点头，扭头看向林飞航：“这还行，小航，你怎么说？敢不敢跟他们一起进山？”林飞航拍着胸脯：“这有啥不敢的？大山里就是我的地盘，闭着眼进去都没事。”行了，别吹了，
快回去收拾东西，跟你家里人说清楚，咱们这1、2天都不一定能回来啊！还要在山里过夜，这个天还不得冻成冰棍啊！张芝芝看着他，你小子过糊涂了，这才哪到哪儿？夜里顶多零下10度，注意点就行了。林高义对林飞航竖了个大拇指，然后对张芝芝说：“是啊，不过张叔你也知道他条件差，武装部肯定有库存吧？比如人手1件棉大衣、狗皮帽，再来2双鞋和手套。”张芝芝抬腿就踹：“狗日的，你搁老子这儿进货呢！”林高义笑着躲开：“部长，俺这不是说实话吗？你总不能让他光着膀子跟你进山吧？算老子倒霉。”村内小路，林高义带着林飞航往回走。小航，还得是你们年轻人脑子活，叔都没想到还能再顺他们一身装备走。还是高义叔你厉害，居然能想到让他给我弄个干部身份，这可是我想都不敢想的事。林高义嘴角上扬：“那是，你也不看叔是谁。小航，你放心，他张志志虽然做不了主，可只要他肯找人，一个干部的身份还是8、9不离10的。所以啊，你这次进山，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，能表现还是要表现。真要是找到东西，以后可就是国家干部，一辈子吃喝不愁了。”林飞航点头：“高义叔，你放心，我肯定会好好表现的。”林家院子门口，林飞航走在路上，远远看见几人围在自家门口。林飞航冲上去，枪口直指林元亮的脑门：“狗日的，想找死！老子今天就成全你！”林元亮跪在地上，高举双手：“飞航，别误会，俺是来跟你道歉的，真是来道歉的。”林飞航冷哼：“道歉？滚！看见你狗日的就烦，再不滚，老子一枪打爆你狗头！”林元亮身体颤抖：“飞航，别这样，我找你真有，还要老子说几次？滚！现在就滚！”林大头讪笑着上前：“小航，你别激动，大家都是一个村的，有啥事不能商量着解决？”林飞航嗤笑一声，看着他：“商量着解决。”林副队长，我想问一句，你今儿是以什么身份站在这的？什么意思？林飞航撇了撇嘴，给枪上膛：“你要是以生产队副队长身份来，那就等我高义叔来了再说。可你要是以他林元亮族叔的身份来，林飞航手里的枪口挪向林大头的脑袋，那就对不起了，老子不想跟你们这一脉接触，所以你可以带着你的好大侄儿一起滚啊！你小子得饶人处且饶人！”林飞航冷笑着：“就冲你今儿这语气，老子要是饶了他林元亮，今后还怎么在这林家屯混？”林飞航收起枪背在背后，冲着林元亮摊了摊手：“元亮啊，本来还想给你个机会，可你家这族叔他就想你死啊！等你从里面出来的时候，你老婆的儿子都能叫你叔叔了。”正元亮，别听他胡咧咧，就算你进去了，咱们也几个也能给你看好书语，保证让他规规矩矩的等你出来。俗话说得好啊，千防万防，家贼难防，尤其那种坚守自盗的最难防。林大头怒目而视：“你特么小子，嘴巴放干净点，别以为谁都跟你们输。嫂姨呀！”林飞航笑眯眯的看向林元亮：“元亮，你看，急了，有人对号入座了，你可要小心啊！”你叔，要不你们先回去。林大头气得发抖：“啥玩意，蠢货！你还真信了他的鬼话了？我是你叔，退1万步说，谁特么能看上你家那泼妇？”林大头气得发抖：“啥玩意，蠢货！你还真信了他的鬼话了？我是你叔，退1万步说，谁特么能看上你家那泼妇？”林元亮低头不语。林大头深吸一口气，伸手指着他：“好，林元亮，今儿算我这个当叔的眼瞎，今后你再有什么事也别来找我了，咱们走。”林大头看也不看林飞航一眼，扭头就带着几个族亲离开了。林飞航大声喊：“林副队长，听他们说你那方面不咋行，我认识一个老中医，要不给你介绍一下？”雪地小路，林大头走在前面，几个族中子侄跟在后面窃窃私语。林大头猛地回头，怒瞪：“看什么看？林元亮那狗日的蠢也就算了，你们也扯。老子要是不行，你们大哥、二哥怎么来的？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？”族中子侄讪笑着点头：“是，叔您当然是真男人。”林大头冷哼一声，转头继续走。哼！子侄甲凑到同伴耳边：“怪不得一直觉得咱大哥和二哥长得不太像呢，没想到是因为咱叔不行啊。”可他不是说自己行了吗？子侄甲翻了个白眼：“废话，你会说自己不行啊？我跟你说，越是强调自己行的，越是不行。”子侄乙看着子侄甲：“这样啊，虎哥，那你行吗？”林家院子，林飞航打开大门，没让门外的林元亮进来，直接进屋。林飞航看到郑芷和，快步上前：“嫂子，你没事吧？他们来多久了？”郑芷和摇摇头：“我没事。小航，你这么拿枪吓唬他们，那林大头不会跟队里说把你的枪给收了吧？”林飞航牵过他的手，让他坐下。他算老几？高义叔和李叔压根不买他账。上次高义叔还教我怎么怼他呢。他能当上副队长，也就是他们那一脉的人多吧？那就行。郑芷和站起身：“对了，山里夜里可冷了，嫂子给你找点厚衣服，你带着，夜里多套2件。”林飞航一把拽住他：“不用。”林飞航用力稍大，郑芷和一个趔趄，直接倒在他怀里。林飞航扶起他：“嫂子，不用麻烦，高义叔帮我找张部长要了1整套的棉衣，到时候我直接换上就行了。”要了人家1套棉衣，小航，那张部长这么大方，又是给干部又是送棉衣的，万一找不到东西，他不会让你赔吧？咋可能？嫂子，你想哪儿去了？这些都是组织上的东西，又不是他个人出钱。再说了，剿灭了100-200号土匪，他这次也不亏，找人宣传一下，说不定能直接升到县里去。这样啊，还是组织上好啊，吃的、喝的、穿的都管。听说城里的人还分房子住。飞航，要是有机会的话，你可得抓住啊！林飞航伸手揉了揉他的脑袋：“嫂子，你放心，不管能不能找到东西，他这个干部身份我要定了，
谁来了都拦不住。郑志和躲开，看着他。你啊，说什么傻话呢？就算找到东西了，人家给你个干部，你也得好好谢谢人家。还有你高一叔，这2年要不是他和村里帮衬，咱俩估计都得饿死。林飞航点头。嫂子，这我当然晓得。郑志和挪开目光。小航，那林元亮进来干什么的？我看他们敲门的时候老客气了，不像来找麻烦的。林飞航皱眉。嫂子，林元亮那家伙就是来道歉的，不过我没打算放过他。回头我就找高一叔，看能不能借着通匪的名头把他送进去。郑志和摇头。小航，你先别冲动，我觉得高一叔不会让你这么做的。为什么？高一叔难道还会偏袒他们？那倒不至于，只是村里一般只要不是出了人命，就不会想着报官。你真把他送进去，村里人会说咱们得理不饶人，而且大家会觉得高一叔帮着咱们仗势欺人，下次选举可能就不选他当队长了。你也不想因为这事连累你高一叔吧？林飞航叹了口气，伸手捏了捏郑志和的脸蛋。嫂子，你不觉得委屈吗？他那么欺负你。郑志和拍开他的手，俏脸微红。你不是已经帮我报仇了吗？他都被打成那样了，而且今后他们家每个月都要赔公分，这惩罚足够了。行吧，那就先饶他小子一条狗命，等高一叔啥时候升官了，咱们再收拾他。林飞航看着他，嫂子，你怎么懂这么多？小时候也上过学不成？郑志和低声。我。林飞航看到郑志和低落表情。嫂子，那什么，你不是说要给我收拾东西吗？帮我找几件里面穿的带着。林家院子。林飞航看到郑志和低落表情。嫂子，那什么，你不是说要给我收拾东西吗？帮我找几件里面穿的带着就行。郑志和低落的。郑志和回屋打开衣柜，拿出2件毛衣塞进布兜里。小航，你准备什么时候走？我姐在家烙了几个饼，你也带着路上吃。林飞航点头。行。林飞航把步枪拿了下来，装好子弹上好膛，递给了郑志和。嫂子，这你拿着防身，夜里谁敲门都别开，先给他1枪再说。郑志和摇了摇头。这不行，不行，你赶紧拿回去。进山没枪怎么行？林飞航笑着摆手。我怎么可能没枪？我这次进山可是有任务的，他连棉大衣都给我准备好了，怎么可能不给我枪？再说了，这子弹可是我花工分换的，帮公家干活哪有用自己东西的？你这……林飞航把枪给他放到炕头，拿起他收拾好的小布包。嫂子，我这也只是为了以防万一。按理说，这位民兵都还在村里，是个正常人都不敢出来闹事。林飞航走到郑志和面前，抱了抱他。行了，嫂子，你啊，在家乖乖等我回来，到时候给你带好吃的。林家院子门口，林飞航从屋里出来，关好房门，看到林元亮蹲坐在墙角。林元亮听到开门声，又跪了下去。小航哥，航哥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，我真不能进去。林飞航背着小布包，看着他。起来吧，原不原谅你是法官的事，我的任务就是送你去见他。林元亮摇头。不行，真不行，航哥，我真不能进去，我不想出来之后老婆的孩子管我叫叔。林元亮抬起头来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航哥，我去买把新猎枪给你，然后再赔你5块，不赔你10块钱，您看您能不能高抬贵手放我这一马？林飞航摸了摸下巴，买把猎枪赔给我，这年头一把新猎枪少说也要70-80块钱，这林元亮是带着诚意来的，可如果要算上对嫂子的逼迫，不够，远远不够。林飞航思索后，200块，枪我自己去买，你准备好200块现金，这事就一笔勾销。200。林飞航冷笑，否则林元亮，你知道监狱里最讨厌什么样的犯人吗？林元亮颤抖，什么？林飞航凑近，低语，一是拐卖小孩的，二就是你这种违背良家妇女意志的畜生，他们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什么意思？林飞航摊手，就是那个意思啊。有些男人他不喜欢女人。200就200。林元亮拉住林飞航的衣服，飞航200太多了，我需要几天凑钱？林飞航摆手，2天，我们最迟2天就回来了，到时候看不见钱，你就等着跟张部长解释吧。林飞航转身离开，留下瘫软在地的林元亮。林家屯村口，一套崭新的棉大衣、狗皮帽和皮靴摆在地上，张志志抱着胳膊，真磨叽。你小子动作麻溜点，早去早回。林飞航咧嘴笑，拿起衣服，谢谢张叔了。林飞航换上新衣，把旧衣服塞给林高义，说帮我带回去。跟你嫂子说清楚没？别让她担惊受怕。放心吧，这玩意太暖和了。张叔，这个卖不卖？我想买一套。想啥呢？你知道这一套多少钱吗？50，有价50。林飞航点头，50虽然贵了点，但也能接受。不贵也不卖。林飞航笑眯眯凑过去，张叔别这么小气嘛，我给嫂子也弄一件，她照顾了我3年，有好东西我不得想着她。张志志张了张嘴，摆手，算你小子会说，我今年还有个名额，到时候你拿去，钱1分不能少。林飞航点头，然后伸出手，那是自然。张叔，我枪落家里了，你再给我整一把呗。张志志挑了把枪和2盒子弹扔给他。你们林家屯真是，老头从这儿过都得背8层皮。林高义笑着走来，递过一筐烙饼。张部长，看您说的，怕你们路上饿着，特意准备的干粮。这还差不多。民兵们装好水壶，背上长枪，还有人扛着轻机枪和1门迫击炮。好家伙，这是去剿匪还是去打仗啊？看什么看？土匪老巢都易守难攻，不带炮难道用你的命去填？林飞航嘴角扯了扯，张芝芝看了看天色，大手一挥，出发。雪山小路，一行20多人在山脉中前行。林飞航额头上满是汗珠，张芝芝打量着林飞航，小子，你这体质也能当猎人？林飞航涨红着脸，我这是热的，这衣服实在是太厚了。张芝芝挑眉，哦，
我有说你不是热的吗？你这么激动干什么？难不成被我说中了？民兵甲大笑。小航，要不等回去了找林老头看看，听说他治这个挺在行的。林飞航脱掉棉大衣，打包好背在身后。去你的！张芝芝看向他，小子，你这样别感冒了，不然林高一那家伙又该唠叨了。林飞航拍着胸脯，张叔，我体质倍儿棒，怎么可能感冒？林飞航从背后拿出步枪，上膛。张叔，你也不想等，会饿了只有干巴巴的饼能吃吧？张芝芝嘴角扯了扯，你还想吃大餐啊？林飞航在背包里掏出几个调料瓶和一盒火柴。张叔，猎人随身带点做饭的家伙是不奇怪。张芝芝摸了摸肚子，别耽误了赶路就行。林飞航把行囊丢给他，拎着长枪冲进树林。放心吧，张叔，要不了几分钟。林中枪声不断。这之后，林飞航回来，张芝芝等人手里已经挂满了野鸡、野兔，甚至还有一只傻狍子。张芝芝眼看林飞航还想继续，够了，够了，都拿不下了。这山里的野鸡都是傻子吗？跑了又来，真不长记性。不可能啊！之前我们来，枪一响，半天都见不到个鸟影。张芝芝指着那些猎物，那这是什么？张芝芝拿起枪，小跑冲进前方的树林。不行，我来试试。一声枪响，一只野鸡倒下，但周围瞬间安静下来。张芝芝等了10分钟，一只猎物都没再出现。张芝芝挠着头走回来，奇怪了，怎么这些野鸡遇到我就不傻了呢？林飞航背对着他们，打开系统查看其他的狩猎积分。林飞航内心 OS： 328积分，童子出来干活，抽奖！恭喜宿主，您消耗狩猎积分 X100，获得技能奖励初级厨艺。林飞航内心 OS： 好家伙，出金了，但好像又没完全出，这技能聊胜于无啊！继续。恭喜宿主，您获得物品奖励野外行军锅 X1。林飞航内心 OS： 我要这玩意有啥用？虽然我之前说的是弄点野味晚上吃，可这不是随便找的借口吗？再来。恭喜宿主，您获得属性奖励自由属性点 X5。林飞航内心 OS： 奈斯，这才是好东西。我之前是力量不够，现在是耐力不行，加体力。说完后，林飞航摸了摸自己消失的小肚子和多出来的腹肌雏形，在原地蹦了2下。林飞航内心 OS： 加体力，居然还有这好处，以后得到属性点一定先把体力加满。山坳木质站门前，一行20多人停在一处位于山坳的木质站门前。张芝芝拎出一个土匪，小子，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寨里到底有多少人？土匪举手，同志，我发誓绝不超过10个。老大走的时候，除了身上有伤不能动的，全都给拉下山了。你最好说的是真的，要是等老子打进去发现人数不对，你就别想活着下山了。您放心，要是超过10个人，按随你处置。张芝芝朝后招了招手，张大炮，张大炮扛着迫击炮上前，到营长，您说吧，咱们怎么打？直接搞掉大门，拢共也就10个老弱病残，轰开大门直接攻进去。是。张大炮的迫击炮一击，便将大门轰开，其他人掩体后凝神以待。几个土匪刚一露头，便被立刻消灭。张芝芝带队冲锋，林飞航发现远处雪地中有异动，他立即趴伏瞄准，之内将目标打倒在地，随后赶赴已结束战斗的土匪营寨，与张芝芝会合。林飞航跑上前，张叔，张芝芝看了他一眼，怎么了？你小子冲这么快干啥？等会再受伤了。张芝芝就要带人冲进寨子，快去找个地方待着，马上就好。林飞航一把拽住张叔，有土匪跑了。啥？放心，被我打倒了，你快带人去看看，死没死？张芝芝松了口气。走，山坳木质寨门前，张芝芝松了口气。走，一群人找到了那个躺在地上的青年。张大炮伸手拦住想上前的张芝芝，举起枪。营长，小心他装死，我补2枪。住手！张芝芝对张大炮，其他人请进。大炮，你去看看人还活着没？张大炮靠近，伸手在青年脖颈处摸了摸，回头喊：营长，人还活着。张芝芝招手，带回去，快去叫刘老二，一定不能让他死了。张叔，你认识他？是个大土匪头子。张芝芝摇头，指着青年，不认识。不过你不觉得他这身衣服有点眼熟吗？林飞航看到青年身上的旧军装和上面的标志。张叔，你的意思是？张芝芝轻笑，拍了拍他的肩膀。小子，弄不好你这次又立了个大功。张叔，要不咱们连夜送他下山去城里，说不定还有救。张芝叹气，先让刘老二看看吧。土匪营寨内，张大炮从屋里跑出来。营长，刘老二说能救，那就好。大炮，你带人把这儿再搜一遍，看看还有没有漏网之鱼。是。张芝芝带着林飞航找到了那个带路的土匪俘虏。张芝芝指着屋里，去看看里面那人你认识吗？土匪俘虏进去盯了半天，跑出来。同志，没错，这就是刘老虎的远房亲戚，他对咱们可凶了。张芝芝皱眉，远房亲戚，你仔细想想，他们平时有没有聊什么奇怪的话？土匪俘虏摇头，同志，俺就是个跑腿的，哪能听到他们聊啥啊？不过，张芝芝瞪眼，不过什么？快说！再磨叽，老子一枪毙了你！俺就总感觉刘老虎很尊敬他们，甚至有点怕他们。妥了，抓到大鱼了！张芝芝扭头看向林飞航，搓着手。小航，你不是说会做饭吗？那家伙流了那么多血，得吃点好的补补，起码得让他撑到城里再死。张芝芝压低声音，大功了，有他在，你那干部身份十拿9稳了。林飞航笑眯眯地伸出手，不够，张叔，我嫂子在家也没事，您看要不也顺带着安排一下？小子，你过分了啊！一顿鸡汤就想要个干部身份，你当干部是大白菜啊？张叔，这可是你说的，我可没说要干部身份，我是说有啥不累的活，安排一下我嫂子就行了。张芝芝深吸一口气，点头。行，小子，先说好了，
起码得确定这家伙的身份不一般，最不济也得找到点东西才行。林飞航笑呵呵的，没问题。张芝芝转身去审讯俘虏。林飞航从行囊里拿出一个行军锅，拎着几只野鸡朝土匪的伙房走去。民兵二牛放下手里的东西，走过来。小航，要不要帮忙？二牛哥，快来帮我烧点水。民兵甲围了上来。小航，需要帮忙你就说，咱有的是力气。记得锅里多放点盐，俺口味重，太清淡了，鸡肉不入味。哥几个放心好了，俺在梦里好歹也做了几年厨师，不会让你们失望的。张大炮看着他，小航，你说你只是在梦里做过厨师？林飞航摊了摊手，那不然呢？前几年我都躺在床上人事不知，哪有功夫去学做饭？能有现在这手艺，全靠我的天赋。张大炮沉默片刻，上前从他手里接过野鸡。你小子的天赋靠不靠谱哦？到时候要是糟蹋了这好东西，营长他非跟你急不可。林飞航指了指地上一堆的野味，那不至于，好东西还有这么多呢，真糟蹋了再去打就是了，还怕没吃的？张大炮看了看，说不出话。林元亮家中，李书宇端着一碗糊糊放到林元亮面前，当家的吃点吧。林元亮一拍桌子，吃得下吗我？要不是你这女人见钱眼开，咱家哪里会变成这样？老子又怎么会去跪在那王八蛋面前求饶？李书宇低头，林元亮深吸一口气，书宇，咱家里还有多少钱，全都找出来点一点，一分一毛也别放过。李书宇看着他，林元亮，你想干什么？那钱可是咱们的命根子。林元亮家中，林元亮吼道：“命都没了，要命根子有啥用？不赔钱，那小子就要把我送进去。你想让我进去待着？那咱得赔多少给他？”林元亮瞪着他，别管了，快点！李书宇从柜子底下摸出一个小布包，递到林元亮面前。元亮，这可是咱们全部家当了，你多少得给咱家留点吃饭的钱吧？林元亮一把抢过，数着里面的纸币。饿不死你，才100块钱，不够，远远不够。林飞豪那厮可是要200块。林元亮站起身，对妻子说：“书宇，你在家等着。”林元亮推门而出，朝林大头家里走去。林大头家门口，林元亮来到林大头家门口，探头朝里看了看，不等里面人开门，径直推门走了进去。林元亮挤出笑容：“老叔，我来看你了。”林大头站在堂屋门口，挡住了他的去路。哟，这不是稀客吗？林元亮，你忘了我之前说什么了？今后你那狗屁倒灶的事别来管我，我也管不了。林大头指着大门，赶紧管！林元亮跪在林大头面前：“叔，你帮帮我吧。”林老太推开倒在门口的林大头，去扶林元亮。死老头子，你杵着干啥？快把小根扶起来！小根啊，遇到啥事了？跟婶说说，婶给你做主。林大头冷哼一声：“你做个屁的主！这小子把人枪卖了，买家是土匪，现在人家要搞他通匪。”林老太松开手：“啊，通匪！”林元亮抓住林老太的胳膊站起来：“婶子，您可得给我做主啊，我真不能进去。”我……林大头招了招手：“行了，进来说。”林元亮一脸欣喜的挤进屋：“好嘞，叔。”林老太凑到自己老头子身边：“老头子，这通匪的事你也能掺和？要不给点吃的打发他回去算了。”林大头瞪了他一眼：“闭嘴！不是你刚刚积极的要给人做主吗？一边待着去。”我这不是不知道这么严重吗？林大头屋里，林大头摆摆手，背着手来到堂屋，看着已经坐下的林元亮。林大头端起瓷缸子喝了口水：“那小子怎么说？有啥条件？”林元亮摇头：“他没说非要把我送进去，但也差不多了。”林大头挑眉：“哦，要价很高。”林元亮点头，伸出2根手指：“他要我赔200块。”林大头一口水直接喷了出来：“多少？200？他怎么不去抢？”林元亮叹了口气：“谁说不是呢？”林大头看着他：“你还真打算给？就算被抓，顶多也就关个1-2年。200块你们得不吃不喝存好几年了。小根，要不你进去待2年算了，你媳妇有我们帮你看着，肯定没事。”不光是这，叔你不知道，我听人说那里面的人可变态了，还喜欢男人。林大头手里的瓷缸子差点掉了，林大头从椅子上站了起来：“你还差多少？”林元亮竖起1根手指：“100，叔你放心，最迟1年，我肯定把钱还给你。”一年啊！土匪营寨内，张芝芝带着一群民兵正围着一个新灶台猛咽口水。小子，你这手艺可以啊！这野鸡我也不是没吃过，怎么感觉饭店大厨做的都没你这香？这我也不知道为啥。张大炮看着火上烤的野鸡：“营长，不只是鸡汤香，这烤鸡绝对不比炖的差。你闻闻这香味，吃起来味道肯定绝了。”张芝芝凑过去咽了口唾沫：“真的，小航，你这手艺跟谁学的？以前没听说你小子会做饭啊。”营长，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这小子说他在梦里学会的。刘老二从屋里冲了出来：“营长，不好了！”张芝芝猛地回头，一把抓住他：“咋回事？刘老二，你之前不是说能救吗？”营长，这次出来得及，要没带全，不然肯定能救活的。张芝芝气得发抖，指着他：“你狗日的误我大事！”林飞航上前按住张芝芝的肩膀：“张叔，先别激动。”林飞航转向刘老二：“刘叔，你的意思是只要有药就行了？”刘老二点头，又看看天色：“对，可天马上就黑了，现在回去拿也来不及了。”没事。张芝芝摇头：“不行，小航，夜里上山太危险了，还是等天亮了再说吧。”土匪营寨内，张芝芝摇头：“不行，小航，夜里上山太危险，还是等天亮了再说吧。”林飞航指了指屋里：“可他等得了吗？”张芝芝沉默片刻，挤出笑容：“算了，说不定就是个小喽啰，抗不过去就算他命不好。”青年俘虏屋里传来一阵咳嗽声：“你们是什么人？”醒了。张芝芝冲进屋，一把拽住青年的衣领：“小子，先说说你是什么人？”
为什么会在土匪窝里？那批武器是不是你们给的？青年被晃得白眼一翻，直接晕了过去。张芝芝愣住，拍了拍青年脸颊，装晕。张大炮，去弄点水来把他浇醒。张大炮拎来一桶水，对着青年的头浇了下去。好嘞。青年俘虏剧烈咳嗽，醒了过来。除非你们能保证我的生命安全，否则我什么都不会说。张芝芝一个大耳光抽过去。我告诉你，你只有一天，老实交代点有用，我们兴许还救你，否则你就等死了。青年俘虏脸色煞白，武器是我们提供的，不止这一个山寨，这片山里起码有10个山寨都有我们的武器。什么？快说，你们总部在哪儿？青年俘虏冷笑，你当我是傻子吗？不治好我的伤，你们一个字也别想知道。你找死！信不信老子有的是办法让你开口？那你来啊，弄死我！山里的土匪会给你们一个大大的惊喜，而且要是让你们知道他们谋划的大事，恐怕你们整个地区的头头都睡不着觉了。刘老二悄悄把张芝芝拉到门外。营长三思啊，他那身子骨经不起折腾。那怎么？他不交代也活不到明天，不如拼一把。林飞航皱眉，张叔，就算问出了地址，这深山老林子没有他带路，咱们也只能抓下。张芝芝沉默了许久，叹了口气，对众人喊道：“收拾东西，下山。”张大炮和几个民兵将青年俘虏抬上简易担架。张大炮回头对张芝芝喊：“营长，可以走了。”张芝芝一手举起火把，一手拎着枪，出发。雪山小路，夜色笼罩着雪林。张芝芝举着火把在前面开路，一行人艰难前行。林飞航凑上前：“张叔，真不用我来带路。”一边去，就你那走2步就出汗的样，指望你啥时候能到家？跟在后面别掉队就行了。林飞航把刀背在身后，端着上了刺刀的长枪跟了上去。行吧。金渐层远处传来，张芝芝停下脚步，盯着远处，小心戒备，全体上膛！一旦有东西出来，立刻开枪，绝不能让他冲进人群里。众人齐声应道：“是。”张芝芝突然发现前方亮起一双双绿油油的眼睛，不好，是狼群，快开枪！民兵们一阵急射，在前面的几只狼应声倒地，剩下的狼群冲了过来。因为狼群在移动，命中率明显下降。张芝芝挥舞着火把，上刺刀，抱成团，护住担架。众人背靠担架围成一圈，带着刺刀的长枪对准外面。是营长。一只野狼猛地扑向一个叫小五的民兵，小五的长枪自偏，被野狼一口咬住脖子，失去了呼吸。小五的同伴用刺刀捅向那只野狼。小五，混蛋，给老子去死！林飞航扔掉手里的长枪，从背后抽出刀，都退后。小航，你干什么？快回来！林飞航直接冲向狼群，手起刀落，一只野狼瞬间被劈成2半。旁边的野狼却没有攻击他。张芝芝揉了揉眼睛，问旁边的刘老二：“老刘，我没眼花吧？那些野狼就这么任由他一刀一个？”刘老二看过去，这时一声狼嚎传来，狼群齐齐龇牙，准备扑上。突然虎啸声再次传来，狼群瞬间骚动，残存的10几只狼顿时夹尾哀嚎，迅速消失在黑暗中。刘老二指着狼群：“营长不对劲，你看狼群怕了，他们跑了。”张芝芝长舒了口气，重新举枪对准后方。还好，现在只要把这头大虫解决了就行。瘸着腿的金渐层从黑暗中走出，刘老二拉住张芝芝：“营长，这玩意咱们好像杀不得啊。”怎么就杀不得？您忘了上面下了文件，山里的老虎打不得，打了得给他赔命。好像还真有这么回事。雪山小路，好像还真有这么回事。张芝芝眼看大老虎越走越近，不管了，先打死再说，有啥后果我来承担。林飞航拎着滴血的刀上前：“张叔，先等等。”张芝芝摇头：“小航，你别动，让叔来。一头畜生吧，叔还扛得住。”林飞航收起刀，摆了摆手：“不，张叔，说起来你可能不信，我觉得这家伙是来救咱们的。”林飞航走向那只瘸腿老虎：“你们先别急。”张芝芝大喊：“小航！”林飞航走到老虎面前，伸手放在了他脑袋上，而那老虎蹭了蹭他的手。张芝芝瞪眼，刘老二凑到张芝芝身边：“营长，小黄他该不会是什么仙儿转世吧？”张芝芝一巴掌拍在他脑门上：“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整这些神神叨叨？”刘老二捂着头：“是我胡说。”张芝芝看着不远处的林飞航，压低声音对众人：“今儿发生的事都给我烂在肚子里，谁要是敢出去胡叨叨，别怪老子不客气。你们的命都是人家救的，什么话能说，什么话不能说，心里要有杆秤。”众人纷纷点头：“明白。营长放心，俺们啥也不知道。”林飞航帮大老虎顺毛：“大家伙谢谢你了，能让我看看伤口吗？”金渐层躺在地上，露出了受伤的大腿。林飞航凑近看了看，天色太暗，什么也看不清。林飞航拍了拍老虎的脑袋：“等我会儿，我去拿个火把过来。”林飞航起身走回队伍，伸出手：“张叔，火把借我用下。”张芝芝递过去：“大家伙受伤了。”哎，等等，那老虎受伤了？林飞航点头：“对，我之前不是说过吗？那些土匪要抓的就是他，还开枪打伤了他。这些该死的土匪！”张芝芝看向旁边的刘老二：“刘老二，你跟着去看看，要是能救。”刘老二摆手：“营长，我是给人看病的，不会给动物看病，真不会。”这倒也是。刘叔，要不你来看一眼，我举着火把，你就远远看一眼，到时候去城里也好知道给他拿什么药不是？张芝芝点头：“对，老刘，你就跟着去看一眼，反正他要是真想咬你，你在这儿站着和在那边也没啥区别。快点，别磨叽，担架上那个还等着救命呢。”行吧。刘老二跟在林飞航身后走向那只老虎。本趴在地上的老虎忽然挣扎着要站起来，林飞航上前把手贴在老虎脑门上：“别怕，让他给你看看伤口，你别动，把腿伸出来。”金渐层躺了下去，伸出受伤的大腿。好，刘老二颤抖。
飞航，你可得按住了，这要是让他起来了，叔那一家老小可就得你帮忙了。林飞航借着火光指着老虎大腿，叔，你放心就是了。你看这个用点什么药好？有没有什么办法先把他血止住？刘老二看着虎腿上凌乱的毛发，这也看不出来啥。小航，要不你把他那伤口扒开看看啊？刘叔，他虽然现在不咬我，可要是弄疼他，那就不一定了。刘老二摊了摊手，那咋办？主要还是得确定那子弹还在不在他腿里。要是不在还好说，可要是子弹在里面，运气好只是瘸一条腿，运气不好伤口感染的话，这条命也保不住的。林飞航叹了口气，站起身，那就只能先这样了。等去县里找专门的医生问问。林飞航撸了把老虎的脑袋，这2天你就老实点待着，别到处乱走，等我回来救你，听到没？林飞航回到队伍中，行了，走吧。张志志来到林飞航身边，小航，张叔，怎么了？张志志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别紧张，没事儿。今儿发生的事儿，出去之后跟谁也不能说，尤其那些野兽不咬你的事儿，明白吗？啊，这有什么不能说的？张志志抬手给了林飞航后脑勺一巴掌，出去，让你别说就别说，拔什么？张志志说完，转身回到前面带路去。队伍在雪地里前行，林飞航跟在后面，一脸茫然。这怎么在哪都能遇到谜语人呢？林二牛凑到他身边，点燃旱烟。小航，你病刚好，可能不知道，现在外面可乱得很了。雪山小路，林二牛凑到他身边，点燃旱烟。小航，你病刚好，可能不知道，现在外面可乱得很啊。林二牛抽了一口旱烟，上面下了令，那些神神叨叨的东西不许说，不许传，轻的游街，重的就直接拉去打靶了。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林二牛皱眉，他们现在都觉得你是仙儿转世，这要是传出去，你还能活？啥玩意？仙儿转世？这话可不能乱说。林飞航抓住林二牛的肩膀，二牛哥，你得信我，我就是招动物喜欢，跟那什么转世没半点关系。林二牛拍了拍他的手，没事没事，你放心，咱们都是本地人，没人敢乱说，何况营长都警告过了。林飞航自语，原来是这样，张叔不是在当谜语人，是说清楚了，真会死人啊！山脚下公社，几个民兵冲进屋，叫醒了刚睡下的公社书记刘莹。刘书记，山上好像出事了，有枪声。刘莹瞬间坐起来。什么？刘莹一边冲屋子，一边往村口跑。会不会是兄弟们听错了？李爱国摇头，不太可能，枪声很激烈，不止一个人听见。那怎么办？现在就怕是张营长他们被土匪埋伏了。书记，万一张营长他们被那些土匪埋伏，以至于全军覆没的话，上山，李连长，你马上组织人手，连夜上山，务必把张部长他们救回来。李爱国立正。是。李爱国迅速集结了100多号精干民兵，个个举着火把朝山上进发。半山腰，李爱国带队走在前面，看着前面的山林。营长，你可不能出事啊！你说带谁去不好，非要带小航，这下我可怎么跟高义交代？刘建军叹气，老李，别太担心，就营长的身手，几个毛贼伤不了他。倒是咱们大晚上上山，真亏他老刘想得出来。要是你知道那不是普通土匪，怕是就不敢上来了。李爱国突然发现山腰上有火光，有人，全体警戒，派个人摸过去看看。山腰上，张芝芝看到山下的火龙，有人来接咱们了，都加把劲儿。张芝芝回头对众人喊道：“等任务结束，每人最少5块钱补贴，牺牲的兄弟抚恤金我砸锅卖铁给他补上。”民兵们默默加快了脚步。山脚下，半个时辰后，2拨人马汇合到达山脚下。刘莹看到被抬下来的2个担架，刘莹走到张芝芝面前：“老张，怎么回事？不是说就10几个老弱病残吗？怎么还会有人牺牲？是不是那帮土匪谎报军情，就知道这群混蛋不安好心？来人，把那几个俘虏全都拉出去毙了！”书记，王金伦从人群中走出：“张志志同志，你的问题很严重啊！”刘莹挡在张志志身前：“王社长，老张这个人我了解，你可别听了风言风语就急着指责自己的同志。”王金伦冷笑：“刘书记，那您可能是被他给蒙蔽了。有同志表面上是武装部长，背地里却是土匪的保护伞。为了一个土匪的命，害得咱们一个同志当场牺牲。您说这问题严不严重？”刘莹看向张志志：“老张他说的。”张志志看向刘莹，点头：“没错，我连夜下山就是为了保住这家伙的命。书记，先让老刘带他回去看看吧。”刘莹看了张志志一眼，点头：“行，不过弄完之后我需要一个解释。”张志志目送刘老二带人离开，回头看着刘莹：“我现在就可以给你解释，但是因为保密需要，麻烦王社长您先回避一下。”什么？张志志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在这雪原公社还有什么事需要我回避？张志志指了指身上的军装，冷笑：“还真有。我们武装部归县里直管，业务上跟你不搭边。人事上刘书记在这儿，你想干什么？”你刘莹站出来：“行了，王社长，你先去忙吧，这事我了解完再说。”王金伦转身要走。行。对了，王社长，你在民兵队安插眼线，已经涉嫌非法窃取军事机密了。等这事儿完了，县武装部会找你聊聊的。王金伦停下脚步，回头：“姓张的，你少血口喷人。是群众跟我举报你包庇土匪。”张芝芝冷笑2声，拉着刘莹到旁边耳语：“什么？能确定他没说谎？”山脚下。什么？你能确定他没说谎？刘莹搓手：“好，快回去叫卫生员把能带的药都带过来。”刘莹脚步一顿：“不行，我得亲自回去一趟，这事儿得马上跟县里打电话。”看着突然兴奋起来还要连夜回去的刘莹，王金伦赶忙找到那个跟他报信的民兵。王金伦一把揪住对方衣领：“妈的，你是不是在忽悠老子？山上到底发生什么了？”名媛县城会议室，
深夜，几个领导干部被叫到会议室，县太爷正打着电话，县太爷对着话筒喊：“快，县医院的医生带上治枪伤的药去血源公社。哦，对，再叫个兽医过去。”县太爷挂了电话，看着到齐的干部们：“诸位，9公社联合剿匪的事不能放下，还要继续加大规模。”县长皱眉：“书记，血源公社不是已经剿灭山匪了吗？为了几个土匪，如此兴师动众，是不是有点劳民伤财了？”县太爷看他：“哦，是吗？我刚接到消息，有一次残存抵抗势力在支援那些山匪武器，已经支援了10多个山寨，清一色的老营造。”什么？书记，这消息可靠吗？这要是真的，咱们都做不了主了。县太爷端起白瓷缸子喝了口水，放下。血源公社抓了个活口，你们最好祈祷这是真的，否则这么多武器出现在土匪窝，咱们在座的有一个算一个都得拉去枪毙。是啊。林飞航家门口，深夜，林飞航轻轻敲门：“嫂子，嫂子，是我啊，快开门！”林飞航又敲了敲：“嫂子，你睡着了吗？嫂子，你要是再不开门，我就翻墙进去了。”林飞航翻过半人高的墙，站在堂屋门口，刚要抬脚踹门，动作却猛地一顿。坏了，那把大巴力还在嫂子那，而且还是上了膛的，这要是把他吓着了，给我来一下。林飞航转身来到卧室那个糊着报纸的窗口：“嫂子，嫂子！”郑芷和屋内传来声音：“谁？”林飞航笑着说：“嫂子，我小航，快开门！来了，来了！”郑芷和举着一盏油灯打开了门：“小航，你咋这会回来了？夜里下山多危险啊！”林飞航一低头就看到他棉袄里的雪白风光。郑芷和看着他：“小航，进来啊，在门口傻站着干啥？你饿不饿？要不嫂子给你弄点东西垫垫肚子。”林飞航回过神来，摆手：“不用，在山上吃过，我现在只想躺炕上好好睡一觉。”林飞航家屋里，郑芷和转身走回卧室。那行吧。郑芷和伸手摸了摸炕：“呀，炕不热了，等嫂子去再给你烧热一下。”林飞航一把拽住他的小手：“嫂子，不用那么麻烦。”林飞航将他整个人都带入怀里，凑到他耳边：“嫂子，炕就算烧得再热，也没有和你睡一起的时候热乎。”郑芷和俏脸羞红：“你小航，你听嫂子解释，嫂子也不是故意的，只是怕你冷着。”林飞航笑着点头：“当然知道了。”林飞航推着郑芷和来到炕边，一边把2床被子铺在一起，一边脱着自己的衣服：“嫂子，我现在就有点冷了，快进去睡觉吧。”郑芷和站在原地：“小航，要不你睡这个厚的。”林飞航呵呵一笑，直接钻进被窝：“嫂子，我先睡了，你睡不睡的自己看着办。”林家屯村口，天色刚亮，一辆大卡车在村口停下，几个穿着白大褂的医生跳下车：“人呢？伤员在哪？”民兵上前：“在大队部呢，老同志，我带您过去。”林家屯大队部卫生室，民兵推了推趴在桌上打盹的刘老二：“刘叔，快别睡了，人来了。”刘老二瞬间睁眼。刘老二从板凳上站起来，迎向医生：“老同志，你快来帮忙看看，病人有点发热了。”老医生摆手。走。老医生带头走进卫生室，在青年俘虏额头上摸了摸，又打开伤口看了看。怎么不给病人弄个火炕？伤口都被冻上了，再拖延下去就是神仙来了都难救。我还害怕温度高会加快感染。林家屯大队部卫生室。我还怕温度高会加快感染。老医生看了他一眼。温度低也一样，身为大夫你连这点东西都不知道。刘老二讪笑道：“老爹当年教我的时候没好好学。”老医生对身后医护吩咐：“行了，去准备药吧。”随着一针抗生素打进去，青年的面色变得红润起来，众人松了口气。就他一个，那你们叫我来干啥？大半夜把我从被窝薅起来，就为了看这个？刘莹正好赶来，一愣：“这位是县防疫站的兽医，你们这儿的负责人吧？到底是什么东西受伤了，需要这么兴师动众？”刘莹搓手：“不是李同志啊，我只是跟上头提了一嘴，没想到您来这么快，要不先去休息会儿？”李兽一摆手：“不用，既然都求援了，说明情况严重，先看病号。”张芝芝上前：“李同志，您别误会，主要是这病号有点特殊，还在山里呢。要不等天亮了咱们再进山。山里，我是发现了受伤的保护动物梅花鹿老虎。”李兽医掏了掏耳朵：“你说啥？就老虎啊？上面不是有文件吗？不让打，结果被土匪打了一枪，腿还瘸着呢，不就没了？”李兽医挤出笑容：“同志，我能力有限，要不你们再跟上面打个报告，换个人来。”张志志挠头：“换人我没意见，可这一来一回的，那大家伙能撑得住吗？”李兽医叹了口气：“散了，同志，让我再想想办法吧。”张志志拍着他肩膀：“那太好了，李同志，我先带您去休息。等晌午再说。”张志志带李兽医离开后，刘莹凑到老医生面前：“老同志，这家伙的命能保住吧？”老医生头也不抬：“死不了，枪伤不重，主要是冻伤感染引起的并发症。”刘莹松了口气：“那就好，那就好。那他啥时候能醒？这期间要是给他用点手段，不至于直接死了吧？”老医生动作一顿，抬起头：“好家伙，我这还没救活呢，你就惦记着用刑了。”老同志，您别误会，只要他老实配合，我们肯定饶他一命，绝不食言。所以就请他，就是为了从他嘴里套话。刘莹点头：“没错，要是他能起来带路，那就更好了。”老医生示意助手拿来药箱，取出一个木盒。早说嘛！老医生打开木盒，露出一排银针。我这一针下去，保管你问什么他说什么，就是铁打的汉子也得开口。要不要试试？刘莹愣住：“老同志，只要别弄死了就行。他的情报非常重要。”老医生嘴角一勾：“放心吧，您嘞。”老医生仔细地帮青年处理好伤口，然后从木盒中抽出一根银针，
对准了青年的穴位。醒来吧你！青年俘虏猛地惊醒，惨叫啊，疼，好疼！你们想干什么？刘莹瞪眼，老同志，这是什么医术啊？就这么醒了？老医生抽出银针，轻笑，叫醒一个装死的人很难，可打醒一个装死的人还是很简单的。您的意思是这家伙是装的？不然呢？刘莹抄起旁边的板凳，我他妈老子给你来个满脸开花！老医生拦住他。哎，你小子急什么？你这一板凳砸下去是爽了，我还得苦哈哈的给他包扎。老医生推开刘莹，一边等着去，我跟你保证，我这一针下去，比你砸他10次都管用。刘莹放下板凳，真的？就扎几针，能让他生不如死？老医生嘿嘿一笑，等着听就是了。几个医护上前，将青年四肢分开，捆在床上。你们要干什么？你们说好配合就不会伤害我，要出尔反尔吗？刘莹指着他的鼻子，你他妈交代了吗？要不是为了救你这狗日的，我们至于牺牲一个同志？我告诉你，现在交代还来得及，我们答应饶你狗命，就绝不食言。刘莹扭头，可你要是拒不配合，老同志，劳烦你给他点苦头尝尝。老医生将一根银针插进青年身上的一个穴道，来了。青年俘虏惨叫，在床上扭动。啊！林家屯大队不卫生室，青年俘虏惨叫，在床上扭动。啊！老医生摸着胡子。这里是痛穴，能把人的疼痛放大10倍。老医生用火把另一根银针烧得通红，靠近，来，咱们试试效果。啊！青年挣扎，很快脑袋一歪，晕了过去。老医生将烧红的银针扎进青年体内，这么不经折腾，青年俘虏被痛醒。招，我都招了，呜！求你们放过我吧！青年哭嚎着，开始交代所有情报。林飞航卧室，天色蒙蒙亮，林飞航被身边的动静惊醒。林飞航低头。怎么了？郑芷和扭过头，不敢对视。没事，天亮了，子要起来给你做早饭。林飞航将他重新揽进怀里。哈，不吃了，子，再睡会。大冷天的起这么早干啥？郑芷和用力推他。小航，你干嘛？快放开子，我要去弄早饭了。林飞航闭着眼，呼呼。郑芷和又推了推。小航，你快醒醒啊，别睡了，放开我。呼呼。郑芷和气急。小航，你别装睡啊，再装睡子生气了。呼呼。这小子是真睡着了还是在装睡？不对，谁家好人睡觉的时候他就是在装睡。郑芷和把手放在他腰间的软肉上，硬了一下。小航，你别怪对你不客气啦。呼呼。郑芷和叹了口气，就当今天睡个懒觉吧。不过去公社再买床被子的事真得赶紧了，再这么下去，万一哪天他一个忍不住，我还怎么做人啊？林飞航在一阵敲门声中醒来，怀里抱着熟睡的郑芷和。林高义在门外大喊：“小航，还没起吗？要进山了。”林飞航睁开眼，低头一看，郑芷和的衣襟敞开。林飞航看着郑芷和紧闭的双眼，忍不住想凑过去。林高义在门外大喊：“小航，快起来，兽医都到了。”林飞航停下动作，轻轻推了推他。高义叔来了，我先去看看。郑芷和不敢睁眼。林飞航掀开被子下床，郑芷和立刻用被子蒙住通红的脸。林家院子，林飞航打开院门。高义叔，啥事啊？这一大早的。林高义抬头看了看天上的太阳。一大早，你小子看看现在啥时候了？晌午饭都吃过了。林飞航抬头看天。林高义摆手。行了，赶紧收拾收拾，去村里吃饭。吃完了跟人上山去。还上山？昨儿才上山，怎么又要去了？林高义瞪着他。你问我，我还要问你呢。张营长点名要你带路。点我名？城里来了个兽医，说是要给老虎看病。张营长说，一提你就知道。说吧，你小子到底知道什么？兽医来了，那什么？高义叔，我要是说老虎站我身边都不会咬我，你信吗？林高义翻了个白眼。我信你个鬼，又是保密是吧？行了，别说了，赶紧的。林高义说完就转身走了。林飞航家中堂屋，林飞航关门回屋，看到穿戴整齐的郑芷和坐在那儿。嫂子，你起来了，走，一块去村里吃饭。今儿村里管饭。郑芷和摇头，我就不去了。小航，你工分还有不少吧？回头找高义叔打听打听，换点布票回来。林飞航笑着说，嫂子不用，我跟张部长说好了，回头给你换件军大衣，可暖和了。先不换衣服，先弄布票，再弄床棉被回来。弄棉被？林飞航点头，那也行。嫂子，等我下山回来就去问。郑芷和看着他，又进山，咱家现在也不缺啥，你咋天天往山里跑？嫂子，我现在可是十里八乡最有名的猎人，上面点名让我去，没办法拒绝的啊！林飞航说完就往门口走去，郑芷和跟在后面。林飞航家门口，郑芷和看着林飞航，小航，路上小心，记得问问高义叔，看能不能给咱们弄点布票。林飞航笑着摆手，嫂子，你放心吧，回屋去吧，外面冷。林飞航背着长枪，转身朝大队部走去。林家屯大队部，张之志正在门口吃饭，看到林飞航来了，张之志站起身，小航来了，快去吃点东西垫垫。林飞航笑着，张叔，您今儿怎么起这么早？兽医那边怎么说？是准备给老虎动手术吗？张之志咽下嘴里的饭，给老虎动手术？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不怕死吗？我估计他顶多给上点药，到时候你在旁边看着点，别让人家被一口吃了就行。林飞航皱眉，光上药，那要是弹片还在腿里怎么办？不成瘸子了？张之志放下碗筷，摇头道，小航，咱们尽力就行了，那玩意儿又不是咱们打伤的，别太上心，它毕竟是野兽，万一给你一口，你让你嫂子怎么办？张叔，你看我像傻子吗？我咋可能直接去动刀？肯定是得先打麻醉。林飞航猛地顿住，张叔，兽医在哪？我想问他点事。张之志叹气，你小子
就非得去弄那老虎是吧？真不让你嫂子省心。林飞航苦笑，张叔，我听人说兽医那有一种药，打一针老虎就一动不动了。还有这药？那李兽医为啥还一副上刑场的样子？李兽医从旁边走过来，那样咋了？你不怕？那你去啊？李医生，你也来吃饭啊？快里面请，今儿的大烩菜可香了。李兽医上下打量着林飞航，你从哪知道这种药的？土匪呐！我听他们说，抓不到老虎就去县城打劫兽医站抢那玩意儿。胡说八道，谁传的谣言？我一个小县城兽医站哪来那玩意？起码也得地区才有。林飞航耸了耸肩，那我就不知道了。要不李医生，你把消息报上去试试，万一批下来麻醉药，也省得咱们冒险不是？李兽医叹气，就算批下来也没用，那玩意现在还不稳定，量少了会提前醒，多了可能直接就死了。最重要的是，他得用针打进去，是你去还是我去？林飞航笑着点头，我去。李医生，只要你能把麻醉药弄来，我就能给老虎打进去。李兽医看着一本正经的林飞航，直接懵了。林家屯大队部食堂门口，李兽医往公社方向走去。张芝芝看着林飞航，张芝芝伸手点了点林飞航，你呀，让我说你什么好？万一那玩意儿给你一口。张叔，他可救过咱们的命，昨晚要不是他吓跑了狼群，咱们还得折几个人。有机会救，咱们就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死，对吧？张叔，你放心，我不是傻子，真有危险我肯定第一个跑，我还要留着命给老林家开枝散叶呢。散个屁！你小子连个对象都没有。咦？张芝芝上下打量着林飞航，小航，要不叔给你介绍个对象，也让你早点给老林家开枝散叶。林飞航摆手，打住！张叔，您可别害了人家姑娘，我家就那2间破屋，哪有条件？再说我还有个小嫂子在呢。这有啥？以后你就是干部了，房子还愁，有个嫂子怕啥？长嫂如母嘛，以后还能帮你们带孩子。啥？林斌跑过来，张部长开会了。张芝芝对林飞航说：“你先去吃饭。”张芝芝背着手，跟着民兵往会议室走去。大队部食堂打饭窗口，林飞航端着大瓷碗准备打饭。一个胖厨师拎着2个饭盒，胖厨师把饭盒塞到林飞航手里。小航，快来，给你留好了，拿着回去和你嫂子一块吃，吃完把饭盒送回来就行。林飞航接过饭盒，胖厨师凑到林飞航耳边：“小航，以后打到什么野味吃不完，可以送到叔家里去，放心，叔给的价绝对公道，比县里黑市还高。”林飞航正想还回饭盒，你要是不放心，就去问你高义叔，他们打到东西也都是交给我处理的，村里人都知道。大队部食堂打饭窗口，你要是不放心，就去问你高义叔，他们打到东西也都是交给我处理的，村里人都知道。林飞航动作一顿，高义叔也跟你联系？胖厨师笑了，你去问问就知道，我还能诓你？那行，我就不客气了，其他事以后再说。胖厨师摆摆手，没问题。胖厨师转身回了后厨。林家屯村里小路，林飞航拎着饭盒往家走，看来还是得进山，穿着新军大衣，背着新枪，可兜里比脸还干净，活了2辈子，头一次这么穷，总不能真指望林元亮那小子赔偿吧？林元亮声音传来：“飞航，飞航。”林飞航抬头看见林元亮，哟，这不是林元亮同志吗？钱凑齐了。林元亮走过来，飞航，200实在太多了，你看能不能少点？多吗？当初你逼我嫂子的时候，怎么不嫌多？我记得你说什么来着？林飞航冷笑，现在我把话还给你，你越是求饶，我就越爽。你说怎么办呢？林元亮从兜里掏出一个小布包，行，你一定得帮我证明，枪我已经还你了。林飞航接过布包，看来你家底挺厚啊，我要少了。林元亮摆手，不少了，真不少了，这钱我借了好几家才凑齐的。林飞航打开布包看了看，点头，滚吧，看在一个村的份上，饶你一命，再有下次，老子一枪毙了你。林元亮看着林飞航离开的背影，林飞航，你给我等着。林元亮家，李书理对着林元亮又抓又挠，你个废物，人家要200你就给200，你借钱不要还啊？你想饿死老娘啊？离婚，老娘要跟你离婚，这200块你自己还去。不语摔门而出，林元亮瘫坐在地。林飞航、李书宇，你们不让我好过，那就都别想好过。林飞航家中堂屋，林飞航推门进屋，郑志和正身着单衣准备沐浴，见状连忙转身，但失去平衡。林飞航迅速上前将他揽住，并把自己的军大衣披在他身上。郑志和埋在他怀里。嫂子，我敲门了，没人应，我就自己进来了。我也不知道堂屋门没插。我明明插了门，你是不是偷偷打开的？天地良心，嫂子，我又不知道你要洗澡。再说门从里面插了，我在外面怎么开？你当我3只手啊？林飞航从怀里掏出布包，嫂子，你看这是什么？什么？林飞航打开布包，露出一叠大黑石。赔偿金到账了，林元亮那小子付了钱，咱们有钱花了。这么多钱，小航，你一下让他赔这么多，他不会偷偷报复吧？他敢，他要是敢玩阴的，我会让他知道什么叫残忍。1个时辰后，林飞航和郑志和刚吃完饭，林高义匆忙闯了进来。小航，你是不是收了林元亮的钱？林飞航放下筷子，哦，那狗东西还真告状了。别管了，赶紧把钱藏起来，等会儿不管谁来问，你都一口咬定没收过，就说他冤枉你。郑志和将那个小布包递给林飞航，林飞航接过布包，手一翻，布包凭空消失。林飞航拍了拍手，说：“嫂子放心，这次我让他偷鸡不成蚀把米。”林高义四下张望，你藏哪了？身上不行，他们肯定要搜身。林飞航示意嫂子回屋，说：“放心，他们绝对找不到。你先给我说说怎么回事。”林高义叹气，林元亮直接找到公社刘书记，说你敲诈他200块，刘书记没理他，可公社那个王社长非说你欺压乡邻，要把你抓去严办。林飞航皱眉，王金伦他还有脸出来？他说他当初记错了，你能拿他怎么办？你记住，就说没收钱。
院子外面响起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和喧哗声。林家院子的大门被人一脚踹飞，林元亮带着王金伦和一群人就要往里闯。林飞航抄起墙边的步枪，上膛。林飞航对着人群就是一枪。王金伦指着林飞航怒吼：“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快放下枪！你想造反不成？”林飞航大步上前，用枪口顶住林元亮的脑门。我倒要问问你们想干什么？一来就踹我家门，你们是山上那些土匪的余孽吗？这么嚣张跋扈，杀了你们，政府说不定还奖励我呢。林家院子，林飞航大步上前，用枪口顶住林元亮的脑门。我倒要问问你们想干什么？一来就踹我家门，你们是山上那些土匪的余孽吗？这么嚣张跋扈，杀了你们，政府说不定还奖励我呢。你放屁！谁是土匪？那是公社的王社长，你小子晚了，等着蹲大牢吧。王社长，咱们的父母官能像个土匪一样来踹百姓家的房门？你们这是对领导赤裸裸的污蔑！众人不再吭声。林高义跑上前拉住林飞航：“你小子疯了！真要是把人打死了，你让你嫂子以后怎么办？”张芝芝带着民兵赶到，将王金伦的人围起来。怎么回事？王金伦事儿都还没定性，你就敢来抓人？今天不给我一个说法，我就算告到省里也要扒了你的皮。姓张的，你搞清楚，是他林飞航在持枪拒捕。林飞航摊开手：“啊，拒捕？拒什么捕？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”林飞航转向张芝芝，指着倒地的大门：“张叔，他们这些人一来就踹飞了我家大门，我还以为是土匪找上门了呢。要不，你让他们先跟我家大门解释解释。”王社长，说说吧，到底怎么个事儿？你咋带人把人门给踢飞了？王金伦指着林飞航：“我来抓人还跟他客气，他这就是在持枪拒捕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快把他抓起来！”张芝芝看向林飞航：“你小子真拿人家钱了？”林飞航摊手：“钱？什么钱？你们到底在说什么？你别装蒜，你敲诈了林元亮的那200块钱呢，还不快拿出来！”林飞航看着他：“你抢了我的1000块钱呢，还不快拿出来？”什么1000块钱？我什么时候抢你1000块钱了？这不得问你吗？林飞航转头看向张芝芝：“张叔，组织上任命父母官的时候，难道不用检查智商吗？”张芝芝对王金伦叹气：“王社长，凡事都要讲证据。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林飞航敲诈了林元亮200块钱？”王金伦看向身旁的林元亮：“林元亮，把你的证据跟张营长说说。”林元亮不敢看林飞航：“我一共给了他10张10块的，20张1块的，还有些毛票，都用1块白布包着，那不还是我家1块长布上剪的，一对就知道。”张芝芝皱眉看向林飞航：“就这？”林飞航看向林元亮：“你的意思是，只要我包1000块丢在王社长家里，就能证明他抢了我1000块钱，是吧？”你拿得出来1000块吗？你们家现在连10块钱都拿不出来吧？没错。以他们家的条件，只要在他家找到林元亮说的那个布包，就能证明他确实敲诈了林元亮。王社长，你在帮这家伙出头的时候，难道就没有先打听一下他的名声？这跟他名声有什么关系？难道就因为他名声恶劣，你就能敲诈他了？那你跟土匪恶霸有什么区别？哦，王社长还知道他名声恶劣，那您帮一个恶霸出头，难道他成恶霸是因为有您在撑腰？你别血口喷人，说再多也没用。进去搜，只要搜到钱，我看你还有什么借口？林飞航突然指着林元亮的口袋：“等会，王社长，你们说的那个钱包是他口袋里装着的那个？”王金伦扭头看去，哈，林元亮的上衣口袋，一个白色的布包角正露在外面。林元亮低头一看，这怎么可能？张芝芝健步上前，从他口袋里掏出了那个布包。好啊你，别动，你最好祈祷这里面不是钱。张芝芝打开布包，一叠毛票露了出来。张叔，你可得给我做主啊！他们这是想置我于死地啊！要不是我把他们拦在门外，等他们进屋，随便把这布包一丢，我就百口莫辩了。这……林飞航盯着张芝芝：“张叔，难道这就是你们对待功臣的手段吗？我再也不敢了，行不行？下次他们卖枪给土匪，我就当没看见，行吧？我真怕了。张叔，以后你有事也别来找我了，我就一个普普通通的小老百姓，承受不起他们的报复啊！”自林飞航清醒以来，生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跟死的关系也是越来越暧昧。剿匪事件在上报功劳后，林飞航便能成为干部，日子越来越有盼头。当然，眼下最重要的事情，林元亮出尔反尔，林飞航必须要把他送进去捡肥皂。